15岁男孩被封为史上最强御兽师，可契约的却是最低级御兽闪光蝶，因为他真的认为自己很强，并坚信闪光蝶是神兽月神闪蝶的化身。当自己陷入绝境时，便会回溯时空逆转因果，使得自己永生不灭。甚至在面对8星御兽师苍月大帝时，也不曾有半分畏惧，还许下了3年之约。而他那瞩目的月之眸，更是令无数人追捧敬仰。他就是这个世界最强，被尊称为月之王。而这些信息被一个少年看在眼中，此时他真的有些汗流浃背，只因月之王正是苏良他自己。没有错，这位少年就是苏良几个小时前穿越到这个御兽世界。在这个世界，拥有强大而稀有的宠兽便意味着一切，地位、权力、金钱唾手可得。而苏良在接收原主的记忆碎片后，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这个世界的顶点，坐拥100万信徒。可苏良知道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自己。这位无敌的原主被他穿越的原因还是因为睡觉，从床上不小心滚下床，从而导致的去世。而他真正实力不过是1星御兽师，宠兽更不是传说中的月神闪蝶，而是一只低阶的闪光蝶。除了发光可爱外，战斗实力那是一点都没有。苏良已经能想象到被拆穿后他被人人喊打的景象，更不用说在3年之内超越苍月大帝打败他。可忽然苏良想起自己有个金手指，在原主的记忆深处有一样神秘的东西，不知从何而来。不过奇怪的是，原主似乎对他极度排斥。这东西的名字是月之书，苏良将它召唤而出，发现似乎是一本图鉴。片刻苏良就了解了月之书的作用，只要在现实中碰触了图鉴上的宠兽，图鉴就会被激活。当图鉴收藏度累积到一定数值，就会像游戏抽卡一样，抽到一只品阶不定的宠兽。而原主如此排斥月之书的原因，是月之书否定了他所坚信的自己拥有月神闪蝶的事情。紧接着苏良便准备出门搞个10连抽，毕竟这里可是月光御兽学院，兽宠那是遍地都是，说不定到时就能把月神闪蝶抽出来。与此同时，宿舍外，一只白毛兽耳娘正在给小兔子喂食，却遭来了她闺蜜的呵斥，认为和低阶宠兽接触会让身为精英学员的她沾染太多杂鱼的气息，导致吸引不了强大的宠兽，比如她崇拜的月之王。别说低阶宠兽了，哪怕是至尊宠兽她都不带看一眼。可这时小兔子注意到了什么，她跑到了一个人的脚边，也引起了正喋喋不休闺蜜2人的注意。瞬间2人眼眸瞪大，因为来人就是他们讨论的月之王，那充满威压的断月双眸，只是对视一眼就让人情不自禁想臣服。然而别看苏良一副高冷模样，可实际上他的内心正在惊讶他看到的兽耳娘。但为了维持月之王的人设，苏良选择转身走人。不久之后，苏良来到了月亮馆，在这里有着许多的低阶宠兽，应该够他来一次10连抽。随着苏良来到内部，发现他眼前充斥着许多光点。当他好奇地伸出手指轻点，耳边传来了图鉴的点亮声音，那是一只低阶宠兽图鉴的解锁，而且还有它们具体信息与战绩，这让苏良越发满意他的金手指。片刻，苏良来到一座清冷的大门前，这里没有低阶宠兽的靠近，那么很有可能存在某只中阶宠兽。果不其然，映入苏良眼帘的是一只神秘的兽宠安静地躺在床上，沐浴着那神圣的月光。等苏良走近一看，这是一头有着紫色犄角的白鹿。苏良看着旁边的介绍，原来这是一头月光系的中阶白花鹿，是兽宠中数1数2的美女兽。苏良本以为有些夸大其词，却听到一旁有人悄悄议论，如果是那只白鹿我也可以的逆天言论。话语一出，白鹿睁开了他的眼眸，紧接着一桶凉水倒在了那人的身上，将他浇了个透心凉。然而那桶水的真面目却是白鹿他的口水。看着生气的白鹿，2人飞快跑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白鹿居然听得懂人话，而白鹿也是注意到了旁边的苏良，再看到苏良那双月之眸，令他怔了怔，然后朝着苏良靠近，细致盯着苏良看不停。可下一刻，月之书突然出现在苏良的身前，只见上面写着新的宠兽解锁，而那竟然是至尊宠兽踏云追月。苏良看得满脸惊讶，要知道那可是一方至尊统领万兽的存在，仅仅是散发出的威压就能将弱小生物活活震死，要是发狂，轻易就能毁灭一个国家。苏良不解这么恐怖的存在为什么会在学院里出现，但苏良转念一想，既然能待着这里，可能是他性情温顺，不然刚才那2个学生就不是被吐口水那么简单了。不过也不排除是扮猪吃老虎。苏良看着他盯着自己的介绍，就明白白鹿也知道自己的介绍不对劲。忽然白鹿摆出一副攻击架势，苏良想到说不定是自己停留太久，让白鹿意识到自己身份可能暴露了。想到这，苏良装作一副不在意的模样，自言自语地说白鹿很漂亮，然后假装四处看着风景，缓缓地走到了门外去，随即溜之大吉，只留下了白鹿愣在原地。因为在他眼中的苏良不是一副慌乱的模样，而是嘴角上扬，好似发现了什么秘密的样子。白鹿走回了自己的床边，在他床底摸索了片刻，居然用他蹄子掏出一个手机出来，然后熟练地在搜索栏上搜索苏良的模样，可那结果却让他瞪大了眼睛。与此同时，苏良回到了宿舍区域，他除了思索那只至尊白鹿外，也在考虑他的金手指能够显示宠兽的类别与技能，简直就是一个装备利器。比如在外人面前对他说，你的宠兽已经被我了如指掌。忽然苏良见到白天那只小兔子，可令苏良疑惑的是，按照这个世界里的宠兽设定，通常月光系的宠兽在月光照射下都会性情大变，显得疯狂暴躁，但这只小兔子却对月光毫无反应，难不成在扮猪吃老虎？
他那副淡定的王者之姿，说不定比至尊宠兽还要来得厉害。于是苏良假装一副不在意的模样，将手伸向那只小兔子，想要利用月之书鉴别小兔子真正的身份。下一秒，月之书显现，原来小白兔并不是什么超越至尊的宠兽，而是它是个缺月体质，因为先天性体质虚弱而导致的基因缺陷，在寻常的夜晚无法通过吸取月光变强，唯有在满月之夜，月光最盛的日子才能拥有战斗力，这让苏良无比失落。其余什么的还是别异想天开了。然而让苏良不知道的是，他亲密接触低阶小白兔的一幕，正好被兽耳娘撞见了，似乎太过震惊，手机从他手中滑落都不自知，而从手机可以看到搜索相关的内容，正是和苏良有关。兽耳娘人麻了，月之王怎么会抚摸低阶宠兽呢？难道自己无意间发现月之王的秘密不成？等她回到寝室后，不禁向她的闺蜜发问，有没有一种可能，月之王其实很喜欢小动物？闻言，闺蜜一脸问号，觉得她脑子坏掉了，考虑明天是不是要请假去看医生。兽耳娘尴尬一笑，示意自己开玩笑的。在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后，兽耳娘若有所思，她相信自己所见到的真实，就是没想到月之王拥有那么温柔的一面。一想到这个秘密只有她知道，兽耳娘的内心就躁动不已。另一边折腾一晚上的苏良，正准备回到自己卧室好好睡一觉，却没想到一打开门，就令他眼睛瞪大了。只见在他的房间内，一位神秘黑皮美女静静地直立在那。就在苏良疑惑她是人类还是人形宠兽，以及那股莫名的威压时，那位黑皮美女正缓缓朝他走来。苏良被吓得一动不敢动，可下一刻，女人却朝他单膝跪地，低头恭敬地说拜见月之王。这幅景象勾起了苏良脑海原主的回忆，原来黑皮美女是双月教4象其中之一的宠兽，但具体是哪位，苏良一时间也想不起来。然而苏良愣神的一幕，却是让女人误会了，使得他汗流浃背。月之王不愧是世上最强的御兽师，纵使沉默，也是如此神圣与威严。苏良此时轻咳一声，询问他什么事。沉默的气氛被打破，在让黑皮美女松口气的同时，也向苏良解释他来的原因。原来是黑月教余孽卷土重来，还与月神宫的御兽师密集接触。然而苏良对这个黑月教一点印象都没有。而看着苏良转过身的黑皮美女，疑惑的正想发问时，苏良让他等等，他马上就能想起来。实际上苏良正打开搜索引擎，搜索黑月教相关的信息。查看过后，苏良才意识到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黑月教太过弱鸡了。3年前早就被自己的双月教毁灭了，所以原主根本就没关心过。至于黑皮美女来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黑月教，而是月神宫参与其中。须知和别的杂鱼不同，月神宫可是真正凭借传奇宠兽统一世界数千年，中央大陆的霸主。虽然这千年霸主地位已经随着时间没落，更别说他的地位已在短短2年半内就被双月教撼动了。尽管4月相全部出动，和月神宫全面开战也能全身而退，但黑皮美女考虑的是，一旦开战，苏良身边就少了贴身护卫，所以特地过来请示苏良他的意见。苏良坐在椅子上，在月光的照耀下缓缓开口，去吧，只要我还处于月光之下。黑皮美人听了一怔，然后神情激动地答应下来。他从来没想过有生之年能听到月之王的名言。所有人都知道，只要月之王被月神闪蝶注视着，那么普天之下无论何人都不能触及毫发，他就是最耀眼的月光。随着黑皮美人的离去，苏良尴尬地抱头，台词过于中二。他很想换星球居住，其主要原因还是原主经常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中二台词，然而每次都能被信徒误会成至理名言，即使那真的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废话。不过一想到月神宫，苏良大感麻烦。哪怕如今的月神宫已经不足为虑，但前提是拥有月神闪蝶。由于刚才的装备，现在护卫也没了，万一遇到什么危险，那他月之王岂不是有陨落的风险？现如今唯一的方法就是集邮，收集更多的宠兽图鉴，得到更多的抽奖机会。而之前的月亮馆，苏良已经集齐一次10连抽的机会，并且苏良要是对于抽中宠兽不满意，还可以选择退还，将以宠力值的方式补偿给他。在苏良拜见各路大神后，直接选择了确定。顿时月之书光芒大放，耀眼的金光差点闪瞎苏良的眼。可结果抽到的宠兽却是令苏良愣在了原地，只因他抽出的是一只名为透色月影的高阶宠兽。虽然他对其他学员来说很稀有，但对于双月教的月之王苏良来说，区区一只高阶宠兽根本无法改变任何现状，所以苏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契约。宠兽所化作的经验涌入苏良身体，竟然让他差一点就到2星御兽师了。可苏良高兴不起来啊！要知道当初在双月教，不知道有多少至尊宠兽等待他的契约，只是原主对于自己拥有传说中的月神闪蝶，对于其他宠兽不屑一顾。想到这，苏良忽然有些后悔，就算高阶宠兽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怎么说都能应付突发状况吧，他怎么就直接退了呢？难不成原主的性格在影响着他吗？可苏良一想到自己没有相信月神闪蝶，就否认了这个想法。下次抽到高阶宠兽再契约好了。苏良也决定明天再去刷刷图鉴。不过苏良一想到那只至尊白鹿，有没有机会把它骗走呢？时间来到第2天的月亮馆，小白鹿一醒来就发现自己家没了。在听到自己饲养员哭哭啼啼的说话，小白鹿明白自己原来被月神宫买走，他顿时傻眼了，自己竟然被卖了。而月神宫的2名使者已经在月亮馆外，他们扫视着四周，发现月之王的修行地方居然都是小屁孩，这不免让他有些看清。蓝发妹子提醒他的姐妹别乱来，此次的目的只为了白花鹿。这时月亮馆走出一妹子，
她是月亮馆的馆主。两人顿时束手放在胸前宣誓，月不会落，阴夜永恒。这目中无人的态度让馆主表面笑嘻嘻，心中骂咧咧。而馆主本想带他们去见白花鹿，蓝发妹子示意不用，他们出10倍价格，只要把白花鹿带出来就好。这个价格令馆主有些震惊，白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价格已经和高阶宠兽比肩，而他们月亮馆的白花鹿的相貌更是无比挑剔，所以得加钱。于是馆主开始了他的东扯西扯，果然如他所愿，蓝发妹子把价格加到了20倍，而这也超出了月神宫的预算。可让蓝发妹子这么做的原因还是她宠兽拥有预知俘获的能力，从刚才开始，她的宠兽就陷入了极度不安状态，似乎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所以她想带着白鹿尽快离开，不想扯皮。忽然蓝发妹子面色一震，一股足以把人捏碎的威压降临而下，她艰难地转过头去，下一秒她瞳孔剧烈收缩，那双断月双眸是月之王来了。所有人都给苏良让开了一条路，至于蓝发妹子浑身颤抖，怎么也没想到月之王会来月亮馆这种地方。她本想指望自己的好姐妹想想办法，可她姐妹早已吓傻了已经，蓝发妹子只能拼命给她传音，提醒她不要直视月之王，快点低头，这才让她的好姐妹清醒过来。可由于刚才的对视已经令红发妹子腿软不已，只是当苏良来到两人的面前，看着苏良那双月眸，两人抱在一起瑟瑟发抖，全然没有之前一副傲气的模样，那冷漠的姿态完全是世间一切为尘埃的霸道，好似他的体内有一支真正的神力，让他们根本不敢再直视。然而实际上，苏良只是好奇月神宫的来月亮馆干什么，他现在的身份也不好向他们搭话，造成的局面就是让两个妹子汗流浃背。此时苏良是真的想有个人来朝他搭话，似乎馆主听见了他的声音，跑来向他解释原因，同时也示意自己已经加入了双月教。而苏良在得知月神宫的人要买白花鹿，他可知道那不是什么中阶宠兽，而是至尊踏云追月，这可不是用钱能买到的，也不可能卖给月神宫。下一刻苏良转身朝月亮馆走去，并对着他们说，回去吧，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月亮就要落下了。话语一出，所有人的脸色变了。如果是普通人说出这句话，大概率就只是一句无聊的感慨，但说出这句话的人是号称世界最强的月之王啊，那么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对于月神宫而言，可能会是史无前例的灾难。红发妹子结结巴巴的想反驳月不会落下，可苏良只是转头看了他一眼，话语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在苏良不看他后，整个人崩溃的跪在了地上。蓝发妹子连忙上前扶住，看着自家姐妹的模样以及月之王的话语，白花鹿已经不重要了，必须要把月之王的话汇报给石柱飞，浩劫马上就要降临了。而馆主看着两人的模样，心中爽快不已，他们暗淡的月亮早该落下了，真正的月亮永远沉睡在月之王苏良的眼眸之中。可这只有至尊小鹿他自己知道，现在由于他被卖了，铲屎官们也还没收到月神宫不买的消息，所以他们在为小鹿整理他的东西，却是遭到至尊小鹿的极力阻止。但是小鹿并不想暴露他是至尊宠兽的身份，所以他也是分身乏术，而被他藏在床底的秘密也是被当众揭开，直接看傻了铲屎官。这些是宠兽该喜欢的吗？铲屎官拿起其中的手机，以为是谁不小心丢在这，准备查看手机信息时，却把小鹿急坏了。要是浏览器那些记录被看到了，那就真的完了。下一秒，小鹿为了守护浏览器的记录，他宁愿化身魔鬼鹿。在小鹿撞上铲屎官后，手机被抛飞了出去，下一刻手机落入了一个人的手掌心。小鹿见状面露惊讶之色，来人正是月之王苏良。原来苏良在外面只是略微出手，就把两位月神宫的妹子吓个半死，再也不敢提起买小鹿的想法，灰溜溜跑回月神宫汇报去。而苏良自然的进入了月神宫内部，从而导致撞见的这一幕。小鹿见状发出暴风哭泣，他更不想让月之王看到啊。至于苏良的目光也被手机所吸引，当他看清手机上的内容后，更是忍不住发出了笑声。手机上所显示的界面正是一部霸道总裁爱上宠兽的小说，苏良看得好笑不已，现在是不是也应该来一句，小鹿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而小鹿更是已经躲到他的床后面，害羞的不敢见人。苏良并没有当众拆穿他，而是对其他人宣布，月神宫的交易已经取消，全都散了吧。晚些时候，他的下属双月教会派人来商谈收购月亮馆的事项。其实这也是苏良本来的目的，毕竟有了月亮馆的掩护，就可以用收集的名义接触大量月光系宠兽，从而解锁月之书更多的途径。却没想到一来就撞上了至尊宠兽的社死场面。不过为了他的安全起见，苏良并不准备去撩拨至尊小鹿，所以也是快速的闪人。至于铲屎官们对视了一眼，不禁感叹不愧是月之王，连月神宫都能不放眼中，就是那名短发铲屎官。好奇月之王在手机上看到了什么，才会露出那奇怪的表情。不给短发铲屎官好奇的机会，小鹿嗖的一声叼起自己的手机，然后朝着苏良离开的方向追逐而去。月之王不仅看穿了他是至尊异兽的身份，还看到了浏览器的历史记录，绝不能让他离开月亮馆，否则他只能换个星球生活了。忽然一声清脆的声音在苏良耳边响起，正是追来的小鹿，质问苏良全都看到了吗？苏良也从声音听出是女孩子，也不奇怪为什么会去看霸道总裁小说。而小鹿开始威胁起苏良来，警告他敢把自己秘密说出去，就绝对不会放过苏良。见苏良沉默，以为自己成功吓到了苏良，却是下一刻听见苏良说节哀，有时候社死也是一种对过去自己告别的方式吗？只把小鹿气得吐血。接着苏良读出了霸道总裁小说的名言，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一句接一句的话语，只把小鹿羞得破防，破罐子摔碎的小鹿对苏良大喊，要是他听见
见苏良在外面说出那些台词，就冲出月亮馆撞死苏良。这话倒是令苏良想起，只要在一定范围内呼唤宠兽的真名，就会被他们内心瞬间察觉，这是至尊宠兽特有的第六感。于是苏良对着小鹿发问，只要在附近呼唤他，就会立刻来到他的身边吗？小鹿很肯定地说当然，可下一秒却反应过来苏良的话有问题，而苏良上前一步温声开口，如果我呼唤你，你没有出现的话，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所有人。小鹿结巴的应下，说完的苏良挥手告别，然而小鹿突然叫住了苏良，提醒他要小心满月。苏良微微点头，直到苏良消失在视野面前，小鹿的眼睛顿时化作了圈圈眼。他想起了刚才苏良之间的对话，特别像是另类的告别，简直就是霸总小说里场面的复刻呀。而来到外面的苏良，他月之王的伪装顿时绷不住了，自己也没想到会去威胁至尊宠兽，就是看到小鹿那副样子很好玩，情不自禁的逗弄他了。毕竟按照设定，御兽师和宠兽一旦签订契约，就要互相陪伴直到死亡，说成是告白和求婚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想到那特被在意社死的小鹿，苏良不禁大感可爱，就是有些好奇那句小心满月是什么意思，而且是对身为月之王的他来说。为了以防万一，苏良打开月之书，看能不能抽中强力宠兽。与此同时，月神宫大殿内，石柱飞汇集在了一起，他们是站在月神宫顶点的10名御兽师，真身不小，但传闻皆是美貌绝伦的女子。而苏良那句月亮要落下话语，也被从御兽学院回来的2名妹子带到。第四妃闻言神情凝重，月之王那样的人物不可能和任何低等宠兽接触，他出现在月亮馆根本不合常理，所以一致认为那个月亮馆中一定有着能够吸引月之王的存在，且极大可能是帝王，也就说明寄宿在月之王体内的神灵很可能就要苏醒了。如果传奇觉醒，那么月神宫可能就再无抵抗之力。不久会议结束，第四妃联络黑月教的人，并告知了月之王可能将要驾驭传说。对面瞬间传来惊呼声以及一阵的沉默。就当第四妃以为黑月教害怕了时，对面又传来一道声音，并且还是让他放心，在这个世界上被月光所注视着的可不只有月之王一人了。原来苏良在收购月亮馆后，就命令双月教开始去搜刮各地月光宠兽，来为他解锁月之书的图鉴。可这一举动却令北域陷入了恐慌之中，也有人觉得月之王要吞噬宠兽补充能量，甚至有传闻说是月之王体内的神灵将要苏醒。然而处在暴风中心的月之王苏良正在利用解锁图鉴后月之书抽奖，然而结果却是差强人意，抽出来的宠兽只有2张低阶、2张中阶以及最后一只高阶宠兽。苏良直接放弃低中阶宠兽，兑换成升级经验。至于剩下的高阶宠兽胡中月，苏良却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本想在宠兽百科搜搜看，结果却是没有他的消息，这令苏良无比惊讶。于是他打开了月之书，很快就找到胡中月的相关信息。让他没想到的是，只有高阶品质的胡中月居然是13000年前灭绝的变异宠兽，他的战绩更是逆天，能吸收所有伤害，虽然达到极限会爆体而亡，但是只要御兽师不死，过一段时间宠兽自然会再次复活。而拥有13000年的胡中月可比月神宫历史还要悠久，不属于这个时代的生物自然没有人会知道，所以令苏良有了许些想法。他不想签约高阶宠兽，主要原因就是怕被认出来，因为根本不符合世界最强御兽师的身份。但既然没有人知道胡中月的身份，而且形态也不容易被察觉，以上种种，苏良顿时决定和他签订契约。与此同时，苏良宠兽空间内多出了一座月亮湖水，可那气息却令闪光蝶瑟瑟发抖。与此同时，随着满月的到来，黑月教在御兽学院的卧底也开始了他的行动。他的主要任务是探查月之王的行动，而他所待的区域已经是离月之王最近的地方。他心中不断祈求别被月之王发现，不然要是被察觉到一丝敌意，他绝对死无葬身之地。反观苏良这边，闪光蝶不安地飞来飞去，由于胡中月正在沉睡，他排除了是他的原因，那么大概率是学院内部出现了极其强悍的凶手，引起了低阶宠兽的慌乱。于是苏良来到宿舍外边，便看到低阶宠兽四处乱窜，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模一样，学院之中真的来了未知的凶手，而且目标可能是冲他来的。忽然一声轰隆巨响响起，外边房子瞬间崩塌，废墟之中，黑月教的卧底惊恐地望向头顶上空，只见烟雾中一只巨大的凶兽身影若隐若现，而他和那低阶的月光兔是何其相似。随着他朝着黑月教卧底一声嘶吼，他的巨大兔耳轰然朝他甩下，又是一阵暴乱响起，也是引起月亮馆内低阶宠兽的慌乱，直接冲到了月亮馆的中心。至尊小鹿深呼吸一口气，紧接着他的一声吼声令所有低阶宠兽平静下来，紧接着他再用只有宠兽能听懂的声音命令他们：大半夜的闹什么？所有人都滚回去睡觉。低阶宠兽们纷纷低头以示遵命，而至尊小鹿又把头埋进被窝里，害羞且烦躁不已。他想不明白苏良对他说的话到底是怎么个意思，难道真的是表白求婚不成？可身为世界最强的月之王，根本不需要他吧？但是小鹿心中又有些期待，苏良说不定是喜欢他的，所以才说需要他。想到这，小鹿羞得又把脑袋埋进被窝里，他心中有些期待今晚苏良会呼唤他的名字。与此同时，外面巨大的兔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只因他的面前被他摧毁殆尽。可忽然巨大兔子一怔，原来黑月教的卧底并没有死，甚至他还和巨兔商谈起来，说这里是月之王的地盘，万一惊动了他，他们俩会死得很惨的。然而巨兔根本不听，悄悄在兔耳上凝聚力量，然后再次朝着黑月教卧底甩去。躲避不及的他连忙让2只宠兽挡在身前，伴随爆炸声音响起，2只形似海豚的宠兽，它们的身躯被无数石子砸烂，可紧接着下一刻，它们的身躯缓缓愈合，令黑月教的卧底松了口气。还好不是至尊阶宠兽，不然他的宠兽灵游月根本
本倒了下来。不过他发现这么大的动静都没有惊动月之王，他的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他从宠兽上一跃而下，紧接着他宠兽开始互相融合，直接变成了一头嗜血金鲨。自从他卧底以来，就再也没有释放过力量。说着，他指挥起金鲨，朝着巨兔厮杀而去。而另一边，学院老师正在安排学生们避难，忽然一道身影从教师们面前闪过，老师正想阻止他，下一秒他瞳孔一缩，只因他面前正是月之王苏良。而苏良看着他，缓缓说出装杯之语：“月亮要升起了。”虽然他现在能应对危机的宠兽只有一只湖中月，但不知为何，心中始终有一股莫名的自信，尤其在这个满月极为强烈。如果用原主的话来表达的话，这种感觉大概就是月光在注视着他。就在满月之夜，由于忽然出现的月之巨兔，它的实力强得可怕，甚至就连双灵兽融合的嗜血月鲨都不是这只巨兔的一合之敌。黑月教的卧底想要挣扎，结果巨兔直接开大，下一刻宛若神罗天征，巨大的蘑菇云陡然升起。在等烟雾散去后，嗜血月鲨已经被炸成了碎片。而之前在偷摸看戏兽尔娘两女，由于被他们的宠兽守护，这才没有受到多大伤害。可当他们被巨兔注视时，却也没有受到巨兔的攻击。他的目标还是对准了黑月教的卧底，像是戏耍他一般，然后抬起脚就要弄死他。然而兽尔娘并不知道他们眼中的老师是黑月教的卧底，善良的他正准备救人，突然一只手阻拦他们。来人正是赶到的苏良，在月光的照耀下，他缓缓地朝着巨兔走去。巨兔感受到了什么，目光投向了苏良。让苏良如此无惧的原因，并不是他的头脑一时发热，而是他早在十几分钟前就已经来到了现场。他看到四阶导师都被秒杀，本不打算出手的他，那只巨兔居然没有攻击兽尔娘他们。要知道，失控和理智共存这种矛盾是不可能发生在高阶宠兽身上的，所以剩下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巨兔并没有失去理智，只是遵循本能在行动，而会依靠本能行动只有低阶宠兽。苏良向他伸出了手：“你一直都在找我对吗？”苏良这举动引起了一旁观看妹子的疑惑，可下一秒，巨兔嘶吼一声，两双巨大的兔耳朝着苏良拍打而去。当一声水滴声响起时，苏良他毫发无伤，原来他所受的伤害完美的被湖中月所挡下。然而这一幕却令黑月教瞳孔一缩，因为他看到了那神古未知神秘的气息，绝对是至尊之上的帝王阶宠兽。同时，由于巨兔与苏良的接触，他的月之书上也显示巨兔的信息，果然就是之前苏良遇到的小兔子。因为内心对兽尔娘他们有着熟悉感，所以在没有攻击他们。苏良抚摸着他，缺月体质只有满月之夜才能无限吸收月之力，所以才会如此渴望变强。不过让自己强行成长到能够打败高阶宠兽的地步吗？也是有够夸张的。这时随着其他学院导师的赶到，却被黑月教的卧底说他们都要死了。月之王已经被惊动了，话语落到苏良耳中，让他无语至极。随即他看向小兔子，询问他是为了寻找他而来吗？小兔子直接匍匐在苏良面前，那个意思非常明显。苏良微微一笑，告诉小兔子在之前相遇的地方再见。小兔子点了点头，转身随之离去。然而这令黑月教卧底不乐意了，他刚才可是被打生打死的。他问苏良：“月之王，那只怪兽可是攻击了您啊，怎么能容忍放过他？”苏良闻言微微转头反问他：“刚才那也算攻击吗？”可他却忽然怔住了，只因苏良的断月双眸不知何时变成了无与伦比的满月形状。而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不过在此之前，他已经向黑月教汇报过，他见到了月之王的帝王宠兽。然而他还需要继续当卧底，因为至尊宠兽晨星偃月在北域出世，黑月教第三分部副教主已经前往，需要他的内应。但月之王要谁来阻拦他呢？至于苏良，他一睡醒就是被小兔子贴脸。原来在昨天晚上老地方相遇后，苏良已经和这小家伙签订了契约，毕竟这小家伙在满月之月就能碾压高阶宠兽，也让人看不出真身来。平时看着这个可爱的小家伙，也是令人心情愉悦。不过外面的动静却是引起了苏良的注意。在细耳聆听后，苏良连忙在白兔上搜索至尊出世的几个字眼，很快至尊阶宠兽晨星偃月的消息映入苏良的眼帘。须知晨星偃月是月光系中唯一的野生兵器型至尊，因为没有遇到心仪的御兽师一直在沉睡，连苍月大帝和月神宫石柱飞都没能将其唤醒。而昨天晨星偃月竟然一苏醒就来到北域，很容易就联想到了苏良，认为是冲他而来。然而苏良确实很想拥有，但是他在几十万人的注视下去收服晨星偃月，万一失败岂不是当场社死？而且还有一只更漂亮可爱就在眼前。苏良很自然的来到月亮馆，和至尊小鹿打招呼。小鹿看着他不禁询问苏良怎么来他这，不去看看晨星偃月吗？苏良对于小鹿知道晨星偃月出世毫不意外，毕竟小鹿可是冲浪狂魔。小鹿可不承认，示意网络新闻还没出来他就已经感应到了，然后又斜眼反问苏良，万一被别人收服不心疼吗？苏良摇了摇手指，只能远观的手办，哪有宠物可爱？紧接着苏良怀里掏了掏，拿出一枚东西递给小鹿。面对小鹿疑惑的询问，原来苏良给的是至尊阶的宠粮，而一直被当作中阶宠兽喂养的小鹿可没吃过这好东西。然而这些东西对于苏良来说不要太多，都是双月教上供给他的。小鹿在拿过至尊宠粮却没有吃，而是放到他的盒子里，不是他舍不得吃，而是零食当然要在看电影小说的时候再吃。苏良听得好笑不已，也准备回自己的宿舍。不过在临走之时，苏良示意小鹿加个手机联系方式，小鹿没有拒绝。添加好友后，苏良看着小鹿网名云与梦之约，苏良微微瞪大了眼睛，因为云与梦之约这个名字是数百年前月光御兽学院的创始者，这只传说中的帝王阶宠兽，难不成是小鹿的祖先？
间，苏良不禁期待小鹿的化形能变成他先祖的形象。似乎见苏良一直看着自己，小鹿发问他怎么了。苏良挥了挥手示意没什么，明天再来看他。小鹿跟着挥手告别，紧接着又有些脸红。明明陈星偃月已经出事，却完全不关心，还跑到这里来找他。结合他看的小说，小鹿知道了是苏良在欲擒故纵，想要把他骗进双月教的戏码。小鹿哼了一声，狡猾的月之王，我已经看穿你的阴谋了。在安静了片刻后，小鹿脸红红的躺在他柔软的床上，不禁期待苏良临走所说，明天还会来看我吗？在至尊陈星偃月现世后，无数北域势力纷纷前来，不过号称斩落繁星的陈星偃月，非月光系的御兽师都会被他的结界所阻拦，令不少其他势力大失所望。而被吸引的月光系的御兽学院学员们，为了保护他们人身安全，御兽学院副院长要求他们填写报名表。此时黑月教的卧底黑金导师主动前来揽活，为的就是内应他们黑月教的某位大人物。在其中一人露出黑月教印记之时，以及那冰冷的眼神，便明白就是自己所等之人。不久之后，副院长看着身后的学员提醒他们，在陈星偃月沉睡时是绝对无法被破坏的，而当他苏醒时，将会释放无差别斩击，瞬间分解领域内一切物质，无人能够存活，所以会给每人发放一块传送密室，捏碎就能瞬间传送出来。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苏良，他从至尊小鹿那了解，陈星偃月虽然拥有理智和生命，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沟通，平时除了沉睡就是醒来打人，这让苏良有了许些想法。随着苏良有所动作，黑月教的副教主立马就收到了消息，月之王正在朝着山谷而来。没等他多想，就被副院长教训什么时候还在玩手机，心不在焉的想死在里面吗？副教主瞥他一眼，只能老实的道歉，同时心中阴狠狠的想着，一个黄毛丫头就敢教训他，等他收服陈星偃月，非折磨得他生不如死。就在学员们朝着结界鱼贯而入时，这位非月光系蓝皮美女好笑看着那些1、2星的学员们，真以为自己是天命能收服陈星偃月吗？不过一道黑影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副教主感应到了什么，他的那道行事蛇瞳般的眼神瞬间令蓝皮美女一怔，不敢再过多的窥视。他怎么也没想到月光御兽学院里居然还隐藏着那种怪物。在副教主完全没入结界后，他迫不及待找上副院长想要打听情况，可下一秒，一道震慑人心的气势忽然传来，他们的瞳孔随之收缩。来人正是苏良。副院长连忙恭敬行礼，询问他是来收服陈星偃月吗？闻言的其他势力有些结巴，要是月之王动用帝王宠兽把陈星偃月惊醒，话还没说出就被副院长反驳了。他无比自信苏良不动用帝王也足以令陈星偃月臣服。听着自家副院长大吹特吹，苏良无奈至极，他只想解锁陈星偃月的图鉴而已，不过嘴边还是命令他们在外面守着就行。就在苏良刚要踏进结界，他眼睛忽然一瞪，因为眼前的结界居然还有其他秘密。在月之书上所给的信息，他的名字叫静谧天秤，是至尊阶宠兽，其主要的作用就是在他的领域之中无法动用帝王宠兽。原来这是副教主在踏进结界的那一刻所布置的。下一刻，苏良拿出手机，不知道在查询什么后，便对着副院长他们表示，就这么轻易把黑月教的小虫子放进去了吗？不管众人的惊讶，苏良直接下令，从现在开始，这里由双月教掌管，任何人不得再进入，剩下的就由我来解决。尽管苏良知道自己进入将要面对不止一只至尊宠兽，但是苏良他毫无惧色，显然已有办法。而黑月教的卧底黑金见状，却以担心学员为由，想要进入结界保护学生。明明已经受伤，却如此义无反顾的反常行为，引起了副院长的皱眉。然而下一秒，黑金却被掀飞了出去。在众人疑惑神情中，一位像狮子一般的女人挡在了黑金的身前，而那腿上的蝶翼印记正是双月教的12月下，并且还是第7系。苏良的命令就是他们的意志，现在开始这片区域由他看管，无论是谁都不能进。与此同时，陈星偃月的结界内，黑月教的副教主正在搜寻陈星偃月的下落。忽然他面色一正，远方传来的强大宠兽的气息令他站立，他瞬间朝着那个方向飞跃而去。没多久，一柄华丽到极点的青色偃月刀映入他的眼帘，看得副教主心动不已。过往他为了保持属性的纯净，就连静谧天秤都没有签订契约。他一边朝着陈星偃月走去，一边对着他说，自己知道他想要什么。之前拒绝苍月大帝和月神宫赵月圣女，是因为他们出生便有帝王相伴，作为心高气傲的兵器型宠兽，无法忍受不被重视的感觉。本作虽不比他们，但也是堂堂6星御兽师，绝对不会亏待你的。陈星偃月成为我的拼图吧。就在副教主将要接近的那一刻，陈星偃月忽然放出光芒，拒绝了目瞪口呆的副教主。圣子明明说过他最适合陈星偃月的主人，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这时之前进去的月灵宗弟子找上了副教主，原来是之前副教主为了寻找陈星偃月时随手解决的人。面对他们前来的复仇，副教主笑了，本来他就有够烦的，现在又有一群杂鱼前来送死。话落，副教主把他宠兽直接召唤出来，没有一只宠兽是低于高阶的，你们也赶紧将自己的宠兽召唤出来啊！不召唤的话，那就是去死吧！仅仅不到2分半，月灵宗弟子就被摧毁殆尽。他转头看向陈星偃月，询问他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力量，现在你认可了吗？然而陈星偃月毫无动静，副教主粉拳紧握，已经在破防的边缘。忽然一道声音从他耳边响起，黑月教的杂碎，你的着急样子真是令人想笑啊！见到来人是月之王，副教主并不惧，在静谧天秤里谁也无法动用帝王宠兽。苏良自然看出他的想法，蛇夫座呀，仅凭帝王是无法拥有世间一切的，无论静谧天秤是否在场，答案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双月教封锁这里之前，你还是捏碎密石落荒而逃吧。副教主无比惊讶，他没想到静谧天秤既然已经暴露，
在无法动用帝王宠兽的情况下，苏良居然还敢进入结界，这令他有些摇摆不定，要不要去攻击苏良？而这也让苏良的目的达成，他哪有什么帝王宠兽，不过是想要造成唬人的效果，来解锁晨星偃月的图鉴。就在苏良将要碰触晨星偃月时，副教主终于忍不住还是动手了，他的宠兽双双朝着苏良进攻，伴随一声水滴声响起，一个透明护罩将苏良包裹。在副教主震惊目光下，苏良连宠兽都没召唤，他的攻击居然毫无效果。至于苏良松了一口气，胡中月虽然不能主动动手，但是能力还是很唬人的。然而见苏良背对自己，那无视的态度彻底令副教主破防。只见他双手合十，七窍流血，一道摄人的魔法正在副教主脚底生成，随着一道道气息的震动被静谧天秤遮掩，并没有惊醒晨星偃月。下一刻，一头巨大的赖皮蛇身影出现在副教主的身后，这是他的至尊宠兽大月孙王。副教主本以为苏良会震惊，可苏良那淡漠的神情又是令他咬牙切齿的。可实际上，苏良不过是在帖子上看到过，在和大型猛兽对视时表情要凶狠一点。下一秒，副教主直接命令大月孙王攻击苏良。有着胡中月的保护，这一击对苏良来说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其实苏良内心在感谢太阳呢，因为月光系宠兽在白天只能发挥出一半的实力，而刚才那伤害连30%都没有。想打破胡中月的防御，还得再加一把劲才行。然而不知道实际情况的副教主开始怀疑人生了，他只知道苏良没有召唤任何宠兽下，就挡住了他至尊宠兽的攻击。苏良睥睨地看了他一眼，留下一句他不必着急，等处理完晨星偃月就来收拾他。殊不知苏良这话彻底令副教主破罐子摔破，他直接解除了静谧天秤的战绩。下一秒，本在沉睡的晨星偃月发生了变化，一只玉手握住了他的刀柄，这位慵懒的睡美人缓缓将他举起，这正是晨星偃月的人形态。紧接着他的美眸睁开，下一瞬间，恐怖的气势从他身上爆发，整个秘境结界摇摇欲坠，就连外界都被惊动。12月下连忙命令所有人后退，而苏良本以为胡中月能挡下晨星偃月的起床气，毕竟大月孙王刚才都破不了防。然而胡中月却是告诉苏良，挡下的概率连1%都没有。苏良顿时人麻了，至尊与至尊之间差距这么大的吗？至于副教主，早命令大月孙王蜷缩在一起来防御晨星偃月的攻击。苏良在感受着身后的动静，挡不下的他只能选择呼唤至尊小鹿来救命。由于静谧天秤隔绝气息的影响，苏良并没有得到小鹿的回应。面对2秒半内就要爆发的晨星偃月，苏良直接拿出手机，时代已经变了呀。他对小鹿打了2个字救命。时间转瞬即逝，晨星偃月来到苏良上空，毫不留情地朝着苏良劈去，恐怖的刀芒立马将苏良吞噬。紧接着惊天大爆炸响彻整个秘境结界，外界要不是有着12月下挡住，除了那几位高星域兽师，其他人恐怕都活不下来。不久之后，结界内烟尘散去，副教主艰难地从大月孙王身体中爬出。等他来到外面后，扫视四周，并没有发现苏良的身影，只有恢复平静的晨星偃月。瞬间他浑身颤抖起来，他想到了一种可能性，不由得舞起他潮红的俏脸。月之王难不成被晨星偃月斩杀了？4舍5入，晨星偃月是被他算计惊动的，也就是说大名鼎鼎的月之王被他杀了。副教主哈哈大笑的同时，目光又看向晨星偃月，随即激动的他却是一呆，只因晨星偃月又被惊动了，而大月孙王已经不能保护他了。此时他面色忽然一怔，在那若隐若现的烟雾下，毫发无伤的苏良就这么出现在他的面前，以及烟雾背后那巨大的虚影。他抬起头想要看清楚，可那巨大的身影瞬间令他心神震动，难不成是帝王阶宠兽降临了吗？顿时令副教主汗流浃背，他颤抖地拿出转移水晶，想要捏碎他跑路，但为了探清月之王的宠兽的性命，使得他按耐住了心中的想法，毕竟这种机会绝无仅有。随着烟雾缓缓散去，巨大紫色犄角率先显露，紧接着是他雪白庞大的身躯。下一秒，放大无数倍的至尊小鹿映入眼帘，并且他的身后还有一位摄人心魄的女神虚影，震得副教主双腿跪在了地上，整个人失魂落魄的。虽然气息上是至尊宠兽无疑，但是小鹿的体格比他的大月孙王还要大个10来倍，这么大的至尊宠兽他可从未见过呀。此时的苏良也很是意外，那么小巧一只白花鹿居然能变得这么华丽，而且那背后的虚影应该就是小鹿的先祖了。小鹿看向苏良，询问他能阻止晨星偃月吗？他可不想再被砍上一刀。这话令苏良想起刚才被砍的同时，也接触到了晨星偃月的本体，他立马打开月之书图鉴，紧接着晨星偃月的详细信息被披露。原来晨星偃月拒绝与任何人沟通，是因为在寻找自己的刀鞘，而他的刀鞘上弦月双华，也是一头至尊宠兽。而此时晨星偃月再次化作人形，因为他被至尊小鹿惊醒了，都是身为至尊阶的宠兽，双方可谓是互不相让。除去某只被吓得发抖的大月孙王，而本想寻求大月孙王救命的副教主，却是看到苏良主动朝着晨星偃月跑去，亲口听见他说：“晨星偃月臣服于我吧。”就算有着至尊小鹿的抵挡，这话还是引起了晨星偃月的暴怒。可下一秒，苏良缓缓吐出上弦月双华几个字，瞬间令晨星偃月恢复清澈愚蠢的眼神。苏良对着他发出誓言，以月神闪蝶的名号立誓，3年之内必把刀鞘带到他面前，作为交换，你与我签订契约。晨星偃月听了，缓缓地闭上了他的双眸，恢复成只有兵器的形态，随着水流包裹上晨星偃月，将他带进了苏良的身体里。这一幕看得小鹿眼眸亮闪闪的，外界怕是要彻底轰动了。毕竟不仅无数人追逐晨星偃月失败过，甚至就连苍月大帝也不例外。这是因为晨星
星偃月拥有绝对无法破坏的特性，一旦与人签订契约，就可能因契约者死亡而毁灭。所以让陈星偃月同意签约，必定是他认为此人绝不可能被战胜。黑月教副教主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后，为了向外传递出消息，直接命令他的至尊宠兽大月孙王不顾一切的去为他争取机会，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月孙王瞬间被小鹿一口气消灭，连带着一座大山跟着遭殃，一滴红色液体向下滴落。尽管宠兽不是真正的死去，但该有的反噬还是有的。同时副教主明白，小鹿根本不是什么先天至尊，而是帝王的后代。副教主没有放弃希望，他取出转移水晶，必须要将这个信息传递出去，哪怕是将他的宠兽当作炮灰吸引注意力，只要这片区域没有被封锁，那就还有机会。可下一刻，他手中的转移水晶消失了，原来是被闪光蝶拿走了。毕竟在至尊战里，没有人会去在意一只低阶宠兽。然而副教主在看到闪光蝶的那一刻，他瞳孔居然收缩，随即整个人放松了下来。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会被称为月之王。小鹿没有再给他说话机会，副教主就这么消失在小鹿的吐息之下。苏良虽然没有灭口的习惯，但面对知道他信息越多的人，该灭还是要灭的。等苏良出来时，告知他们黑月教的蛇夫座已经消灭，警戒可以解除。还有陈星偃月从今往后由我来保管。而月之王收服陈星偃月的消息，令月光系所有势力受到巨大冲击。就比如南域苍月圣宗至强者苍月大帝，不过他对于月之王能收服陈星偃月，那是一点都不意外。不管月之王是月光的宠，还是当代月之书的持有者，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前来通知的小侍女有些不乐意，毕竟他们的苍月大帝也是一出生就是4星御兽师，拥有半生帝王阶宠兽，以及能看穿世界一切月光的眼睛。凭什么陈星偃月选择苏良，而不是他们的苍月大帝？苍月大帝闻言露出意味不明的笑容，他也好奇月光到底偏向谁一点。下一秒他话语一转，通知小侍女，月神祭到了，命令宗内有资格的人全部放弃。与此同时，中央区域的某处边缘，黑月教的圣子以及头生双脚的灵之座在安静的等待着。陈星偃月收服计划失败，并未能动摇他们什么。此时湖面泛起涟漪，2名气势惊人的女人缓缓现身，她们开门见山告诉黑月教圣子，如果计划失败，他们所在宗门全都会臣服于月之王，没有人能够反抗神灵。不敢露面的圣子倒是对自己的计划信心十足，带着2人前往月光御兽学院，务必在月神祭上杀了月之王。反观苏良这边，也收到了月神祭将要开启的消息，而所谓的月神祭，是所有被选中的月光系御兽师都会成为祭品，厮杀争夺最终的月之王座。期间对战胜利的奖励，会让御兽师成长的速度异常恐怖，甚至有可能会引发帝王之战，一直持续到有人登上王座，或其他人放弃资格，月神祭才会结束。然而此次的月神祭，需要苏良3年后打败苍月大帝才能结束，并且祭品之间还能相互定位。御兽学院院长拜托苏良帮他保护2名祭品学生，其实这也是原身的承诺罢了。而第一位叫白月儿，人虎混血标准的兽耳娘，是西方帝王之女，拥有半生至尊，只不过实力太弱无法召唤。第2位是北域帝国的4皇女，有着召唤至尊对敌的战绩。小鹿安慰苏良不必困扰，3年后苍月大帝说不定给他提鞋都不配，而且还有极其稀有的概率能获得月之书的残叶。听到熟悉的字眼，苏良目光疑惑看向小鹿，听到小鹿说拥有月之书残叶就能打破契约上限，签约几10只宠兽，可他拥有1整本月之书呢。那么问题来了，其他月之书残叶是怎么来的？此时小鹿撞了一下苏良，让苏良去和铲屎官说说，给他多一点自由活动的时间，就帮他照看那2名学员。但迟迟没得到苏良的回应，转眼一看，原来苏良被小鹿撞得镶在了墙内。等苏良走出月亮馆，还给小鹿发100种鹿肉的做法。不过此时的小鹿已经寻找到了那位兽耳娘，就是看着不大聪明的样子。忽然雨滴落下，小鹿本想回到月亮馆去，下一秒他眼眸朝着空中看去，他察觉到了雨滴的不对劲。忽然一团水流砸落，来者是充满恶意至尊阶的雨暴君，但他人还怪好的，没有去直接攻击兽耳娘他们，而是让他们召唤宠兽对战。从他肩膀上7颗星星就能知道，他是7星御兽师的宠兽。须知7星御兽师是拥有帝王的证明。与此同时，另一边正在回豪华宿舍的4皇女，一只闪光蝶飞到他的跟前，对于不该和低阶宠兽的言论，4皇女可不在意。月之王说不定私底下也在撸小宠兽呢。忽然一道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一位头生双脚的女人缓缓走来，来人正是黑月教的灵之座以及他身边的至尊宠兽斜眼斑灵。由于两边都被人拖住，在御兽学院的广场也是理所当然的缺席。一种不好的预感在副院长心底产生，他只能强忍着宣布关于月神祭的所有事宜。可突然一道刺耳的声音在空中响彻，一个笑脸圆球陡然出现在空中，没有任何预兆，他庞大的身躯直接砸向了地面。副院长的至尊宠兽月影杀只能保护他一人，在场学员恐怕死的死，伤的伤。然而烟雾散去，所有人居然都相安无事，众人皆是无比的疑惑。原来是人群中的苏良出手了。经过陈星偃月的一战，吴中月的护盾量增长了3倍，可这一下还是炸掉了40%的护盾。如果是之前，所有人都得灰灰烟灭。苏良已经不知多久没这么生气了，他们还变本加厉，召唤出另一只至尊宠兽。就算这位形似天使的隐月天女有点人性，准许普通人半分钟内退出战场。苏良嗤笑了一声，本尊不敢露面，连帝王也不敢显现，还妄想在这里撒野后全身而退。话落，陈星
偃月出现在上空，在他争谋的一刹那，无尽锋锐之气被陈星偃月一刀挥下，刀芒瞬间吞噬2位宠兽，将他们轰入地面。副院长咳嗽着起身，望向巨坑内被打趴下的2只至尊宠兽。副院长不禁崇拜看着苏良以及陈星偃月，这时从坑内爬起的隐月天女不顾一切的释放战绩，就算他们阵亡也在所不惜。陈星偃月成全了他们，再次的一刀挥下，半月刀芒轰向了那2只至尊宠兽。然而放出大话的隐月天女脸色却是露出惧怕之色，下一秒他们皆被刀芒所吞噬，但这次却让空中多了一轮满月。原来是准备赴死的隐月天女在面对死亡的恐惧，下意识释放出战绩保命，却是引起了笑脸化作人形的破口大骂。毕竟现在他们就要面对满月之下的月之王。在2人紧张的神情中，一只巨兔突然映入他们的眼帘，星星守护不由皱眉，虽然有点像至尊暴月玉锤，但又有点不像，而且其中的陈星偃月有点不对劲，准确的说是陈星偃月在满月下暴走了，毫不留情的一刀对自己人下手，斩断了巨兔的兔头。陈星偃月的目光投向了他们。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皇族宅院，四皇女战斗的无比艰难。黑月教的灵之作轻笑一声，他的宠兽血眼斑灵从眼中释放出的射线，瞬间就摧毁了保护四皇女的女仆团。无奈之下的四皇女只能召唤出她至尊幼崽碧灵鹰，可并不能改变什么战局，立马就被血眼斑灵射杀了。女仆们只能命令自己的宠兽带着皇女逃跑，由他们留下殿后。灵之作无聊打了个哈欠，血眼斑灵眼口并用，他灼热射线，直接就摧毁了女仆团们，连带着皇女也没有逃出去。就在一切尘埃落定时，闪光蝶挣脱了出来，飘到四皇女的身前，瞬间无论是血眼斑灵还是灵之作都停下了向四皇女靠近的脚步，而灵之作更是直接跪了下来，面露惊恐之色。奇怪的场面诞生了，明明只是低阶闪光蝶，可他一靠近灵之作，灵之作就忍不住往后退一步。四皇女尽管不明白为什么，可她也是立马选择了跑路，灵之作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中疯狂地对圣子说对不起，任务失败了，毕竟他们黑月教最怕闪光蝶了。反观兽耳娘他们，羽豹君见兽耳娘不召唤宠兽应战，他不再浪费时间，湖水瞬间将他们吞噬。可就在这时，云雾缭乱，兽耳娘他们被一朵白云所救。在羽豹君疑惑神情下，至尊小鹿脚踏云朵出现在他面前。兽耳娘的闺蜜懵了，怎么是中阶白花鹿救下的他们？羽豹君可感受到了小鹿的不同寻常，对着小鹿汇报起自己的身份，以示敬意。小鹿随意的答应一声，环顾四周询问羽豹君，断浪千秋那家伙没有来吗？要知道断浪千秋可是帝王，用那家伙来称呼帝王，可想而知眼前的小鹿。羽豹君没再多想，而是回答了小鹿问题。在双月教霸者的规定下，帝王是不会出场的，更何况这只是至尊之战。小鹿听到这句就放心了，其实他是欺软怕硬类型的，这话摆明瞧不起羽豹君。暴怒的羽豹君直接用出战绩深海之下，一个巨大立方体从空中显现，从中涌现出无尽的水流，似乎想要将小鹿淹没挤压。可下一秒小鹿消失不见，四面八方的云雾在上空汇聚，显露出小鹿的完整身形来，相当于他和羽豹君一样都是元素之体。见状，羽豹君直接开大，这次的水流之中带着封印之力，将小鹿包裹之中，然后这团水流如导弹般炸开，水流散去，羽豹君以为小鹿死无全尸，可下一秒他却见到满月的升起。虽然不知道隐月天女他们搞什么，还好他把敌人解决了。在这个大量月光系宠兽存在的地盘，这样对他一个水系不知影响有多大。然而他准备回去的脚步却怔住了，瞬间回头望去，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白皙玉腿，紧接着是那姣好的身躯飘逸的银发，以及精致到完美无缺的容颜。尽管小鹿化形后声音无比动听，可他的话语却是引起了羽豹君的破防。我们等满月结束后再打吧，我真不需要满月就能轻松赢你。下一刻，巨大的鹿角瞬间将羽豹君贯穿，并且直冲天际。羽豹君这才意识到小鹿没有说谎，这是超越至尊的力量啊！在羽豹君弥留之际，他祈祷着主人万分小心。小鹿展现的强大，还有他那女神般的姿态，无一不是引起了众人的围观。忽然小鹿面色一正，他望向山脉所在的方向，原来在2分半前，由于陈星偃月持续暴走中，隐月天女他们已经被打趴下，而被他斩首的巨兔居然快速生长起来，瞬间就恢复成了原样。这是月光兔在满月形态下的变态战绩超速再生以及肉体强化，双方瞬间又战斗在了一起。而黑月教的圣子正带着2女秘密前往学院中心寻找月之王，他本以为这秘密路线无人能知，可下一刻天上一团青色光芒陡然砸向他旁边，正是陈星偃月和月光兔。紧接着月光兔的兔耳伸向嘴边，将苏良带了出来，瞬间令3人傻眼了，这和先帝创业为伴而中道崩殂有什么区别？黑月教圣子选择硬刚上苏良，用帝王向他宣战。苏良睥睨地看了他一眼，他那断月双眸不带一丝感情。然而就这样，黑月教圣子反而不断向后退去，主要原因还是3年前黑月教覆灭，那个时候也和今天一样，用那种看着蝼蚁一般怜悯的眼神注视着他们，而这也是月之王的本性。然而苏良对于黑月教的事并没有这方面的记忆，但对于苏良来说也是无所谓。虽然蝼蚁的挣扎不堪入目，但作为挑衅我的代价，我会命令双月教在这段时间疯狂追杀你们，如果活下来，我就给你这个机会。话落，陈星偃月挥刀向着他们斩下，瞬间摧毁了这片森林。10几分钟之后，等苏良彻底离开，他们才敢从隐匿的坑中爬出。其他实力的2位妹子不再和黑月教圣子一起活动，接下来面对双月教的追杀就够他们头疼的了。不说羽豹君作为7星至尊，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御兽学院中必定隐藏着未知
是强者。至于回到学院的苏良，正意外小鹿的强大，下一秒他就被扑倒了。没错，正是来找苏良求安慰的小鹿。明明轻松写意的打败羽暴君，却在他口中变得好可怕，是他自己要被打败了。然而下一刻，小鹿面色一僵，因为他发现自己忘记变回去。苏良摸了摸小鹿，好笑的询问他要不要和他回双月教一趟。他找霸者有点事，可这话在小鹿耳中却不同了，这不就代表要去见家长吗？表面上是害羞，进度太快了，内心则是雀跃不已。2天半后的双月教本部天福岛，以传说中的帝王浮生银梦的形象为原型制作出的岛屿，多看一眼就多震撼一分。包括和他齐名的苍月圣宗，这位双马尾粉发妹子陶小九，似乎好像是来夺回东域大地的宝物。戴着面具隐藏身份的苏良，自然察觉出他们不属于北域的御兽师。小鹿转头看了一眼，认出了陶小九的身份，不仅是苍月大帝的狂热粉丝，还是苏良的黑粉。曾经小鹿在网上和他对线时，被陶小九拉黑了，气得小鹿现在都想把他抓起来，关进小黑屋里道歉。见状，苏良连忙带着小鹿去玩，以转移他的注意力。小鹿却看上了一个宠物食量大挑战活动，不仅是因为小鹿是个吃货，陶小九也去参加了这个活动，而且第1名的奖品也是很丰富。须知飞鹰粉瞳可是东域大名鼎鼎的帝王，而如此一个小活动就有帝王奖品的原因，是双月教在报复飞鹰粉瞳。双月教近期在大量搜集蝴蝶型宠兽，需要的珍稀宠粮和飞鹰粉瞳产生了不少摩擦，不少人都以为是苏良下的命令。苏良无力吐槽，他一个低阶闪光蝶哪用得上帝王阶宠粮？不过他也来了兴趣，主要还是因为月之书解锁大量至尊宠兽后得到了升级，在消耗一定抽奖次数，可以看到任意为解锁宠兽线索。随着活动的开始，主持人提醒他们，比赛使用的是至尊阶超级宠粮，而且是只有至尊阶才能承受的变态啦。毕竟也不是什么人都拥有至尊的，而被人误会只有中阶宠兽的小鹿，却是看得双眼放光。对此，陶小九很不屑，他直接召唤出了至尊宠兽干燕粉蝶。伴随比赛正式开始，千燕粉蝶拿起一个变态啦，就往自己小嘴里塞，小鹿则一口一个。至于不是至尊宠兽，只能含泪吞下。他的扮猪吃虎也是引起了陶小九的皱眉。不过陶小九自认自己不会输。2分半后，其他宠兽被辣晕，吃了30颗的千燕粉蝶也是不行了，只有小鹿保持着原样。对他来说，装零食和宠粮用的不是一个味。陶小九不愿这么放弃，召唤出了他第2只月光系至尊宠兽。怎么说他都是一位圣女，虽然维持2只至尊对他不好受，但青灵月破端起盘子就往嘴里送的战绩还是令他很满意。毕竟这一瞬间就超越小鹿的2倍进食量。然而在最后几秒钟，苏良直接命令胡中月把宠粮全都吞了。在众人震撼目光中，仅仅刹那的功夫，苏良面前被一扫而空。陶小九顿时人都傻了。当时间结束，胜利者自然是苏良。陶小九这位双马尾小萝莉失魂落魄地跪在了地上，跟着主持人来到后台，他恭敬把飞鹰粉瞳的体液递给苏良，并询问仓库中还有10几滴，需要全部取出来吗？显然是认出了苏良月之王的身份，并告知苏良霸者已苏醒，尽快前往主店商议要事。苏良淡定地微微点头，那家伙月亮一出来就醒了呀。说完便打开飞鹰粉瞳的体液，递到鼻边嗅了嗅。下一刻，天空系帝王宠兽飞鹰粉瞳图鉴解锁，奖励了苏良50次抽奖次数，并解锁规则：凡是进入苏良视线的月光系宠兽，自动解锁图鉴。紧接着，飞鹰粉瞳信息映入苏良脑海，除了已知盘踞于东域大陆的帝王阶宠兽，存世时间超过万年，战力居然已经十分接近霸者。不久之后的双月教本部主殿，不管多强的御兽师见到苏良，无一不是恭敬行礼。在苏良穿过传送门，睁开双眸，来到是另外一处小世界，一轮弯月高高挂在天穹之上，而他便是冠绝整个北域的无上霸者，双月教镇教之兽，月曜12宫的守护者碧海蜇宫月。此时他微微侧眸，月之王，看来你终于下定决心了。为了等待你的回应，月神祭已经延迟了整整3年。尽管他被碧海蜇宫月调侃有些尴尬，因为他实在是记不得原神为什么拖延月神祭，只知道在等一个契机，可他穿越过来却忘了。不过在此之前他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帝王之战他要怎么战胜？碧海蜇宫月疑惑了，什么级别的帝王？而且月神祭的他也无法出手。只是当苏良说出黑月教几个字眼时，碧海蜇宫月露出不屑之色，让苏良不要开玩笑了，黑月教是什么垃圾？下一刻，一枚戒指出现在苏良眼前，这是北域王者的证明，月神的信物，只要戴上这枚戒指，月神祭就会正式开始。然而王者之戒非常嫌弃苏良手上的戒指，苏良无奈地将它换下。当苏良戴上王者之戒后，他的身影消失在了小世界中，出现在一个莫名的空间。由于苏良是月之书的持有者，这如系统般的界面提醒他是否要进行身份伪装，并且有3个模板，不管是踏云追月、晨星掩月，又或者是碧海蜇宫月，都是苏良熟悉之人。苏良考虑到他现在境界最低，于是选择了最强的碧海蜇宫月。在苏良换装之中，另一处的辉煌大殿内，几道人影缓缓走来，他们分别是中域月神宫的赵月圣女，南域的苍月大帝。这位一脸慵懒之相，只能爬上座位，正是西域之王。忽然一位蓝皮美女的走入，引起了赵月圣女的敌视，认为非月光系东域的冰明出现在这，只会污染月光的纯洁。但月神的信物在他手中也由不
得他不来。4人到齐后，就只剩下了北域。所有人都认为北域之人会是月之王，不管他们认为月之王是徒有虚名，还是认可他的强大，只是当一人迈进宫殿，在场4人无一不是看傻了，皆是震惊的站起身，直呼不可能。毕竟众所周知，月之王可是男人，而这面容绝美的银发女人是月亮给出了错误的指引不成？北域的代表怎么可能不是月之王？其中最不可思议还属苍月大帝，赵月圣女更是出言认为月之王不过是一般的小角色，比他合适的人选多的是。说完，他余光不禁看向银发女人，毫无动静的他令赵月圣女不禁认为月之王或许真的和他无关，然而却是伪装的苏良故意装出的平静。碧海折弓月的人形把他们都迷惑了，也让苏良确定月之书的权限比月神信物更高一筹。随着5人落座，一道空灵的声音在大殿内响起，简单来说就是时隔数千年的月神祭即将再度开启，而最终胜者由在场5人之中决出。可在最终决战前，月神想要更多的乐趣，所以必须选出自己最强的祭品。在专属祭品被打败之前，禁止王者互相厮杀，王者若亲自下场并大肆屠杀他域祭品，将被判定失去资格。最后禁止将霸者级宠兽定为专属祭品，且该宠兽必须属于己方阵营，否则将重新选择。接下来就是各位王者公示自己的专属祭品。然而苏良麻了，他除了双月教内部的宠兽，还有别的选择吗？好不容易做好的伪装开局就自爆，也太社死了吧！东域蓝皮美女率先公示，正是苏良无比熟悉的天空系帝王飞鹰粉瞳。敢公示这种级别的帝王，也就说明有更恐怖的宠兽存在。接下来是各个帝王粉墨登场，月神宫的赵月圣母公示的是月光系帝王满月坠落，西域王者小萝莉则是月光系帝王初代白胜。苏良更麻了，初代白胜那实力怕是和霸者没什么区别吧？接下来就剩苏良他自己，还有南域苍月大帝没有公示。然而苍月大帝一直盯着苏良，不知道在想什么，一直不选择公示。而这时苏良则是想到之前北域下落不明的帝王，比如和他有关系的。下一秒，苏良直接消耗100抽奖次数，查询小鹿的祖先云与梦之约。原来小鹿的祖先曾为月曜12宫之白鹿宫的守护者，月曜破碎后，境界从霸者跌落至普通帝王，陷入假死状态，沉睡于北域边界的云雾海内部，等待月光再次汇聚之日苏醒。更重要的是，月曜12宫隶属于月神闪蝶体系的12块霸者拼图，如今唯一存世的守护者为第9宫射手宫的碧海折弓月，而云与梦之约的直系后代小鹿，如果获得白鹿宫的月曜碎片，则可以晋升至帝王阶，并且由于云与梦之约和苏良是同一阵营，苏良可以选择它为专属祭品。这一选择令苍月大帝无比震惊，不是双月教的宠兽，也就代表着和月之王无关。然而苏良此时也被震惊到了，因为苍月大帝选择的祭品居然只是至尊阶宠兽上弦月奈落，但巧合的是这个前缀和晨星偃月寻找的刀鞘上弦月双华相同。伴随着5人专属祭品确定，纷纷被传送了回去。等苏良回到小世界后，碧海折弓月向苏良询问，感受到了吗？月神祭就在2秒半之前开启了，现在该去争夺你的王座。苏良没再说什么，默默地转身离去。碧海折弓月静静地注视着，月之王竟然会问他黑月教的蝼蚁如何打败，那么代表着月之王对自己的力量开始产生了迷茫，对月之书的选择产生质疑，对其他帝王感到了恐惧。看来月之王真正的记忆将要复苏。就在苏良与小鹿回到御兽学院后，由于月神祭的开始，星空之上的月亮变成了血红色，将要参加之人手背上皆被赋予了红月印记。而苏良却在学院中察觉到了多数的至尊，原来是苍月大帝在从辉煌宫殿回来后，一直不相信北域选中之人不是月之王。小侍女见状小心翼翼询问，此次的月神祭要让宗内弟子全部放弃吗？这话令苍月大帝心情有所平静，并改变之前的主意，宗门祭品暂且不管，命令午夜去参加北域的祭品淘汰赛，而他自己也要前往北域一趟，准备查清月之王到底是怎么回事。小侍女惊讶了，只因北域淘汰赛那天可是满月之夜啊，所以在苏良回来时就遭到月亮馆的馆主请求做主，苍月大帝向他们宣战了。苏良拿起手机确实了这个消息，对学院宣战。看来苍月大帝是想试探他，但苏良也不急，告知月亮馆主会派遣双月教来处理这件事。等回到寝室后，小鹿呼呼大睡起来，苏良则看起参加的势力名单，其中的碧月帝国作为碧海折弓月的旁系后代是自己人，灵月宗和允月都是老朋友，估计只是来凑热闹的。中域的十字月庭和天秤会都是讨好双月教的小弟，而关键就在于南域的午夜，那位苍月宗的附属势力的陶小九只是桃月关的候补圣女，都有2只至尊，真正的圣女实力可想而知，这些人也只能交给12月下众来解决。虽说如此，苏良也是大感头疼，尽管如今已经有了踏云追月和晨星偃月以及满月之夜暂时无敌的小兔子，可接下来面对是真正拥有帝王的其他4域王者，现在的他绝对走不到月神祭的终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小鹿得到白鹿宫的月曜碎片，晋升成为帝王。此时苏良发出一声轻疑，因为他发现小鹿睡觉连鹿角上的水晶项链都不摘，在苏良帮他拿下后，转身回到被窝里去睡觉。不久之后的深夜，苏良却清醒了过来，只因他被
被挤压的难受，忽然一阵体香传进他的鼻尖，等他反应过来时，发现是小鹿的人形态压在他身上，眼前景象令苏良一阵脸红，难不成是他拿了项链的原因？等小鹿醒来后不会把他杀了吧？此时小鹿无意识地朝苏良凑近，更让苏良的脸爆红不已，不过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接触，因为小鹿也醒了，一人一鹿就这么对视在了一起。尴尬的苏良不知道要说什么，见小鹿摸上自己的鹿角，苏良想要解释，可在嘴边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而小鹿面无表情地询问沈了他的水晶项链在哪。苏良结巴的回应在旁边的桌子上，同时内心知道自己完蛋了。然而小鹿在听到苏良的话语后，却是整个人放松了下来，然后倒在床上继续睡起了觉。这反应让苏良懵了，询问小鹿他不生气吗？小鹿瞥了苏良一眼，反问他有什么好生气的，明天再戴上不就行了？又看着苏良一副紧张的模样，示意他怎么了。苏良脸红的表示现在这个状态不尴尬吗？看着小鹿一脸的困惑，苏良才反应过来，只有帝王阶宠兽才能化形，而宠兽的观念和人类也不一样。不过苏良说的话倒是引起了小鹿的兴趣，一直询问苏良尴尬在哪里。对此苏良只能说小鹿的化形是他见过最美的形态，美的他都快沉迷的无法自拔。话语一出，小鹿瞬间愣在原地，紧接着的是小鹿的脸色爆红，化作了一只蒸汽小鹿。等到第二天醒来时，昨晚状况倒是没有影响苏良的睡眠，但那神采奕奕的样子倒是让小鹿有些疑惑，因为小鹿刚遇见苏良时就察觉到他一直紧绷着自己，但是今天苏良整个人显得无比放松，原来是苏良之前一直带入月之王的人设，想着瞒天过海打败敌人，可经历昨晚的心动后，苏良已经意识到他自己就是自己，为此还特意的感谢小鹿一番。接下来的他已经找到了战胜帝王的方法。片刻，苏良和小鹿来到学院的最高处，并好奇询问小鹿摘下水晶项链就会变成人形吗？却是被小鹿告知并不会，原来水晶项链是小鹿他妈妈留给他的，所以昨晚才一副紧张的模样。他无意识化人，只是因为接近满月，血脉控制不住有关。紧接着小鹿问起苏良带他来这做什么，不是要做好迎战帝王的准备吗？苏良看了一眼学院，告诉小鹿他要在这迎战帝王，首先就要测试一下他是否能与神灵沟通。下一秒，苏良将闪光碟召唤了出来，小鹿看得疑惑不已，这是什么测试？不过是放飞一只闪光碟。然而这时的苏良却是指向了一个方向，紧接着就是小鹿的美眸瞪大，只见他的前方突然汇聚了成千上万的闪光碟。虽然低阶闪光碟只能用来探查，但是它们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喜欢同类相聚。忽然聚在一起的闪光碟爆裂开来，并消失在了小鹿眼前。小鹿本想询问苏良，可苏良却是一副这是秘密的模样，等待满月之夜才能知晓，这让小鹿非常无语，直接决定在那之前不跟苏良睡了，并一脸怨念看着苏良。没等苏良安慰小鹿，他的脑海里响起一声契约成功。原来苏良利用月之书无限契约的能力，将那上千只闪光碟全部契约，可他却一点达到极限的感觉都没有。不过神灵既然喜欢奇迹，只要他献上最壮观的奇迹，神灵就会降临吗？恰好苍月圣宗的附属势力午夜到来，分别是其中的菊月台的圣女、梅花庙的圣女以及桃月关的圣女。势力强悍的他们本是看不起御兽学院的众人，可下一秒一道冰冷的视线向他们投射过来，瞬间令他们不敢再过多的放肆。而视线的主人正是小鹿。苏良看了一眼，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至尊气息，不禁让他感慨，现在就至尊遍地走，帝王多如狗还会远吗？小鹿闻言反驳苏良，小说看多了吧，帝王之战可是几年都难得一见。说完，小鹿本不想再理会苏良，但苏良却凑过去想和小鹿和好。见小鹿不答应，苏良使出了他的杀手锏，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兴趣。这话正是小鹿看霸总小说的经典语录。果不其然，小鹿咬牙切齿且羞愤地转过头来，那副神情令苏良不禁偷笑。小鹿是真的很害怕他爱看霸总小说传出去。对此苏良玩性大发起来，他命令小鹿过来站好给他吃豆腐。你也不想被别人知道你爱看霸总小说吧？小鹿立即羞红了脸，整个人显得不知所措。见自己玩笑效果达到了，苏良本想说开个玩笑，可随之下一秒，小鹿朝着苏良扑了过去。苏良顿时愣住了，瞬间两极反转，看着近在咫尺的小鹿，轮到苏良的脸红不已。不知小鹿在苏良耳边说了什么，反正苏良那是一动不敢动，直到小鹿向后退去，苏良整个人还是懵的。小鹿红着脸摆了苏良一眼，就知道趁人之危。说完，小鹿就要回月亮馆去，告知苏良不要来找他。直到小鹿离去许久，苏良都还有些回味。可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苏良身后，他向着苏良询问，教主大人没有打扰到您吧？来人是双月教12月第2袭营兔。他向苏良汇报，他们重伤了黑月教圣子，可还是让他逃了。苏良闻言示意无所谓，接下来等到满月降临即可。怎么说双月教都有帝王，没有那么容易打败也在常理之中。下一刻，苏良把湖中月召唤了出来，以及被他包裹的晨星偃月。苏良想与晨星偃月做个交易，在满月把力量借给他，作为交换，他会把刀鞘的消息告知晨星偃月。这话令晨星偃月睁开了眼眸，一道爆裂的气息在塔顶释放。见晨星偃月没有无差别释放斩击，苏良明白他是答应了，于是他消耗30次抽奖次数，查询至尊阶宠兽上弦月双华的信息。由于苏良权限不足，部分信息被隐藏。原来上弦月双华是远古时代某位大人物制作的7支兵器之一，七弦按照诞生顺序依次为凤曲、天池、紫霄、双华、奈落、玉吉、离歌，核心能力各不相同，但都具备让宿主临时进化一阶的特性。而上弦月
月双华与陈星偃月2万年前打败月曜12宫双子宫守护者后，双双重伤沉睡。陈星偃月在万年前苏醒，上弦月双华仍然处于沉睡状态，目前位于东域冰与天灵后的宝库当中。查询到这里，月之书给予苏良一个大大的警告：还没有契约帝王的苏良，不具备与东域霸主冰与天灵后开战资格。这些消息也是如实告知了陈星偃月。等陈星偃月得知后，他的脸色不说难看吧，但也好不到哪里去，粉拳颤抖着紧握着。显然陈星偃月知道自己想与上弦月双华合二为一已经是不可能，现在碧海折弓月不能给予苏良帮助，单靠双月教那是不可能。毕竟冰与天灵后比3年后要面对的苍月大帝还要恐怖几万倍。但不知为何，苏良看着此刻无比落寞的陈星偃月，他下意识的开口：只要给他3年，3年之后他会打败冰与天灵后。这话顿时令陈星偃月愣住了。紧接着是陈星偃月他的第一次开口。在之前信息中能得知，在远古时代，陈星偃月所属七贤与月神闪蝶阵营水火不容，不然也不会和双子宫打得2败俱伤。不过这次陈星偃月的开口是亲自向苏良道谢，然而苏良却怒了，他是真没想到陈星偃月能交流，那也就是说之前的无差别斩击其实就是为了恶心他，但是以至此再追究也没什么意义。反过来苏良反击陈星偃月，如果真帮他找回刀鞘，要怎么报答他？是以身相许吗？闻言陈星偃月一本正经的回答：神灵敌对的时代早已结束，现在的联姻也并未不可，但如果你想繁衍后代，没有刀鞘的我暂时是无法做到的。这话瞬间令苏良瞪大了眼睛。与此同时，月光学院的迎宾大厅，午夜几人受到一位小萝莉的阻拦，并直接怒斥他们滚回去，气得菊月台圣女想要爆出口，可被桃月观圣女阻拦。原来这位小萝莉是碧月帝国的七皇女，并且还具有传说中的圣月体，须知这个体质能在白天也令月光系宠兽发挥出全部实力。而七皇女的嘴也是毒得很，直接说午夜们是大妈，只配去睡大街，没有哪个风华正茂的女孩能够忍受这种恶毒之语。就在双方将要交战之时，被一人所阻拦，来人正是12月银兔，除了告诫午夜再敢出手，就直接取消资格，另外也让七皇女放午夜进去。听到是月之王的意思，七皇女顿时乖乖的答应下来。等来到内部后，七皇女突然向银兔询问她是12月下中的第几系，在得知银兔是第2系，七皇女大言不惭的说银兔实力不咋地，虽然比她强了一点点，但她只要3年之内成为首席的话，就有资格挑战4月相了吧。要不是晚生了3、4年，她和月之王怕都有孩子。银兔闻言那是一脸尬笑，也没反驳什么，只是心中说了一句自大的小鬼。不过后天的大会上就能知道这个圣月体的真正实力了。原来在满月前夜，就有人迫不及待的对苏良动手，并且这一击是黑月教灵之作透支生命换来的。而苏良的位置被得知，主要还是因为黑月教卧底黑金的帮助。黑金本想询问接下来该怎么逃出御兽学院，可自认为已经打败月之王的灵之作疯狂大笑起来。为什么要逃？现在神灵注视的是他才对。殊不知刚才他的攻击被苏良的湖中月完美挡下。紧接着现身的是陈星偃月，他缓缓睁开了眼眸，无尽的锋锐气息从他身上爆发，瞬间就令灵之作笑声戛然而止。汗毛倒竖的他立即启动传送阵法，直接抛弃了黑金和他的宠兽。至于炸毛的斜眼斑灵，马上开启了他的防御战技，然而注定是无用功。伴随苏良一手挥下，恐怖的斩击瞬间释放而出，斜眼斑灵那是一碰即碎，以及逃出数百公里的灵之作也根本逃不出这道斩击的范围，刹那间就被斩击吞没，只剩下碧绿的斩击一路沿途扫向远方，顿时就暴露了几道帝王气息。苏良知道他们是来见证今晚他与黑月教的帝王之战，其中就有帝王月狐六尾、帝王断浪千秋，他们都是所属9域阵营，皆是好奇月之王宠兽而来，顺手接受了黑月教的未知委托。不过刚才苏良的爆发也是令他们无比惊讶，他们都清楚苏良现在的境界，虽然只是一星御兽师，但能爆发如此力量，更能说明苏良的可怕。断浪千秋此时反问月狐六尾，知道使徒和容器的区别吗？原来所谓使徒是神灵的代行者，而容器就是使徒战败后被神灵祭祖，因为他们只要失败一次，就没有被神灵注视着的资格。然而月之王当年的一句话，每当想起就令断浪千秋不颤而立，可这句话断浪千秋却怎么也不敢明说。与此同时，祭品淘汰会即将开启，此行对于午夜他们来说，别说这场大会输了，就连整个月神祭输了都无所谓，只要今天他们能目睹月之王的帝王之战，并活着回去就足够了。不过桃月观的圣女倒是非常想淘汰那位七皇女小萝莉，而此次所主持大会的人是碧月帝国皇室双月教霸者饲养员碧一羽，其中一共有4条规则：第一，参赛选手必须小于20岁；第二，参赛前必须提前将宠兽召唤；第三，现在可以无条件退赛，并不会失去月神祭资格；第四，禁止攻击观众和御兽师本人。随着规则宣布完毕，参赛选手可以随意开启挑战。七皇女立马跳下台，询问她小姨现在能参战吗？碧一羽以满月没处拒绝她。下一刻，擂台乱战已经开启，战败之人纷纷失去参加月神祭资格。这时无聊的菊月台圣女选择参战，并且挑衅碧月帝国的参赛之人。七皇女本想亲自出手，她的管家站了出来，然而2分半之后，管家的宠兽惨遭全灭。
灭。虽然菊月台圣女在午夜只排在第4，但怎么说她都是6星至尊御兽师。对此，七皇女不顾她小姨的阻拦，终于还是忍不住出手。菊月台圣女一脸不屑，调侃七皇女等下不要哭鼻子。七皇女呵呵一笑，满月即将来临，再不上场就没机会堵住你南域杂碎的嘴，这怎么能错过呢？果然论嘴臭还得七皇女。菊月台圣女被气到破防边缘，然而下一刻她却没机会亲自出手，只因午夜之手桃月冠圣女下场了。这不禁令菊月台圣女有些疑惑，七皇女不过才3星，干嘛要亲自出手？难不成想在这个场合失手干掉七皇女那个小鬼吗？猜到这个想法，菊月台圣女想说什么，却被桃月冠圣女一眼堵了回去。其实主要还是桃月冠圣女察觉到七皇女不同寻常，绝不能让午夜在月神祭前被淘汰，她要亲眼观看帝王之战。下一秒，3头至尊被她召唤而出，分别是月光系至尊月灵珠、月光系至尊圆月浮水，以及最后的植物系至尊6月桃夭。然而七皇女迟迟不召唤宠兽，似乎在等待着什么。10来分钟后，七皇女拿出一枚药丸，将它吃了进去。这并不是什么提升性药丸，而是辅助修炼的，不存在嗑药作弊。那么七皇女意图很明显是想临阵突破。果不其然，七皇女从3星突破到4星御兽师。虽说如此，午夜也不认为七皇女能跨越2阶战胜桃月冠圣女。同样，桃月冠圣女观点保持一致，这令七皇女笑到肚子痛。你们南域真的对圣月体一无所知啊！下一刻，七皇女的宠兽终于在大众面前显现，分别是月光系至尊交月魂以及她背后的月光系至尊星月之歌。紧接着，交月魂消失在七皇女身前，一个瞬间出现在了桃月冠圣女面前，2道锋利之刃朝她斩下，刀芒斩碎了擂台，可没有斩碎由6月桃夭形成的守护，这令交月魂无比暴怒，开始了他的疯狂乱杀。桃月冠圣女平静地注视着，下一秒，月灵珠忽然出现，挡在交月魂面前，刹那间，一道红光射出，交月魂反抗不了，被轰入了地面。见月灵珠又出现在他面前，他的鱼尾直接强力朝他甩了过去。虽然月灵珠被打裂开，可这时圆月浮水忽然出现，他手指一个水球，里面倒映着交月魂，紧接着将他戳破。下一刻，交月魂整个身躯爆裂开来，只剩下半身鱼尾，而圆月浮水的泡泡飘向七皇女身前。就在圆月浮水准备故技重施，但碎裂不是七皇女，而是她的主人桃月冠圣女。被击飞的桃月冠圣女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为何圆月浮水的攻击却反弹在她身上。幸好6月桃夭有着奶妈的角色，很快桃月冠圣女伤势恢复如初。探查不清刚才的原因，桃月冠圣女不敢再动用圆月浮水，选择了爆发极其恐怖的月灵珠。可这时本死去的交月魂浑身蠕动起来，不超过2秒半居然直接复活了。在桃月冠圣女震惊目光下，交月魂一刀斩在了月灵珠身上，顿时令月灵珠出现一个大缺口。桃月冠圣女满脸凝重，然而七皇女却在注视天空。下一秒她笑了，这场游戏该结束了，只因满月降临了。原来满月降临后，七皇女的至尊交月魂发生了进化，她庞大的身躯立马对桃月冠圣女的宠兽进行了碾压，仅仅是一击甩尾就将桃月冠的圣女宠兽全灭。可交月魂却没有再攻击桃月冠圣女本人，而是往着天穹某处甩了过去。下一秒，一道人影显现，就算进化的交月魂与这突然现身的巨大身影也有质的差距。随着黑袍人抬起手，一道落雷突然轰击在交月魂身上，刹那间交月魂灰灰烟灭。在远处塔顶观看的苏良明白来人正是黑月教圣子，将他的月光小兔召唤了出来。毕竟满月之下的月光小兔战力无限增幅，小兔本想要出手，一道身影落在了他的面前，他正是真正的至尊阶暴月玉锤。暴月玉锤瞅了瞅小兔，虽然体型和他一样大，但怎么那么像低阶月光兔呢？见小兔不会说话，他也失去了兴趣。只见他肚子突然裂开，从中取出了2个流星锤，有武器又怎么样？小兔无所畏惧地冲向他，可被一个流星锤重击在身上，砸向远方。小鹿见状有些担心，苏良示意他没事。小兔的超速再生比圣月体还离谱，但突然小鹿和晨星偃月面色同时一沉，天穹之上令人头皮发麻的电流交错，原来是至尊雷月公主出手了。她的战绩风雷电击直接砸向御兽学院，无数的建筑群被摧毁，大半个御兽学院区域凭空消失。好在月神祭的大会舞台有着帝王阶布置的防护罩，并未受到多大的伤害，而唯一幸存的高塔则是有着胡中月的守护。可即便如此，也令胡中月护罩之清零。要知道当初晨星偃月的无差别斩击都做不到，这自然引起了黑月教圣子的不可置信。这种程度的攻击都无法引出月之王的帝王吗？此时晨星偃月主动出手，他飞向高空当中，他的周身缠绕着虚幻的月牙，紧接着化作无数的棱形镜片，然后皆是朝着他汇聚而来。与此同时，被雷月公主握住手中的双戟颤抖起来，他们凌空飞起。作为同样兵器类型的至尊，怎么可能忍住一决高下的欲望？可是至尊与至尊之间差距比狗还大，下一秒他们俩就被刀光洪流吞没，双双毙命。这一场面震撼了无数人，黑月教圣子来不及压下反噬痛楚，大吼着快抵挡。只见那刀光洪流再次化作无数棱形镜片，完全没有回归的意思，宛若雨滴一般哗啦啦的向下掉落，顿时好像遭遇了地毯式导弹轰炸。在千钧一发之际，黑月教圣子的
防御型至尊宠兽虚月游化作透明护罩挡在身前，方圆百里之内只剩月神祭的舞台。虚月游也被千疮百孔，躺在担架上的七皇女看得满眼亮晶晶，这就是月之王的力量，不愧是苍月大帝都没收服的至尊。随即棱形镜片汇聚成月牙，回归到陈星偃月身体之中，并且他向苏良告知，刚才那一击就算在满月之下，也只能再动用一次。然而这对苏良来说已经足够了，这一次就该轮到小鹿登场了，而他该为接下来帝王之战做准备。另一边，黑月圣子剧烈的咳嗽起来，他已经很久没有承受宠兽阵王的碰撞，上一次还是在3年之前。那一天，跪在年幼冷血的白发少年面前的自己，就像一条狼狈的丧家之犬。想到这，他癫狂的笑起来。月之王，你病了，病得忘记很多重要的事。3年前的北域版图，为什么在你我战斗后缺失了1/3？为何你最重要的宠兽都缺了一只？这些话令苏良脑海无比刺痛，原身确实忘了很多，但无论如何，大敌当前，他都不想为这事浪费精力。下一刻，毫无征兆的不断升起云雾，云雾如海啸般的吞没黑月圣子他们。暴月玉锤本想去帮助他主人，可身后的动静令他停住了脚步。正是完好无损的小兔又出现在他面前，暴月玉锤并未惊呼，反而饶有兴趣。他知道这是超速再生的结果，可没多久他就笑不出来了，因为他不管怎么切割小兔，就算是把小兔五马分尸了，不过1秒，小兔又完全超速再生回来。他都打累了，也赶不上小鹿再生的速度。忽然，暴月玉锤想到一个办法，只要把小兔打到他出不来不就行了？下一刻，他耳朵上的流星锤高高举起，并且还用出战技，然后对准小兔，狠狠地将小兔砸进地底深渊。尘埃散去后，暴月玉锤斜斜一笑，把小兔锤成肉饼砸进地底几千米。他就不信小兔还能出来。然而很快他被打脸，一阵地动山摇之下，一只兔耳出现在坑洞之上，紧接着的是小兔一跃而出，而他的形象在暴月玉锤眼中是那么的像中阶玉尾兔，难不成他之前真的是月光兔吗？与此同时，月之书在苏良面前浮现，月光小兔还真进化了，并且还多出3个战绩，而且从中提示可以知道，小兔子似乎能够无限进化下去。至于暴月玉锤真的怒了，质问小兔子，仅凭月光兔的姿态就和他分庭抗礼，是想跨越至尊界限吗？你这个狂妄之徒！面对这次攻击，小兔子毫发无伤，反问暴月玉锤，只有满月就好，不可以吗？每个月那么漫长，我只要1夜，不可以吗？然而不等暴月玉锤多想，因为眼前的家伙令他战栗，毫不犹豫地再次发动大招。可下一秒，暴月玉锤的兔耳被撕裂，小兔子的兔耳对准暴月玉锤，发动他自己的战技玉星，恐怖的光之洪流淹没了暴月玉锤。暴月玉锤的死再次令黑月圣子遭到反噬，可他无暇他顾。小鹿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那云雾织成的霓裳羽衣，那冰晶之感的鹿角，那神秘而又圣洁的气场，以及那无比浓厚的帝王气息，顿时令雷月公主秋月天以及虚月游3只至尊宠兽如临大敌。然而小鹿看不起他们一点，他不想跟3个废物浪费时间，让黑月圣子把体内帝王喊出来吧。那不屑的态度立马引起了至尊秋月天的暴怒。要知道，只要他打败的至尊，那些至尊的战绩就会为他所用。凭借此特殊能力，他自认为自己是在至尊中是T0级别的。可小鹿只觉有只苍蝇在耳边嗡嗡的叫，他毫不犹豫地动用只有满月才能施展的招数，那所散发出的恐怖波动引来了众人的震惊。下一刻，由纯粹的云雾织成的双剑被他握在手中，所属之名为云击。这一幕令雷月公主惊叫出声，只因云击是帝王阶的兵器。然而他已经来不及说什么，小鹿手持云击闪身在雷月公主的身后，无数的剑光交织轰然斩下，守护型至尊虚月游当场被斩得粉碎，包括被他守护的雷月公主他们。完事的小鹿十分霸气的挥刀一甩，可在下一秒，被粉碎的虚月游身上陡然发出光芒，将雷月公主和卷轴秋叶天笼罩，他们的伤势瞬间得到恢复。紧接着秋叶天身躯展开，一只闪烁的金色蝴蝶若隐若现，下一刻，数以万计的金色光点朝着小鹿爆射而去。尽管小鹿能轻松躲闪，可金色光点穷追不舍，甚至把小鹿的衣服撕碎，顿时就引起了小鹿的不爽。也就在小鹿的愣神片刻，那无数金色光点全部轰击在小鹿身上。可下一瞬间，小鹿却出现在秋叶天的身后，并反问他收藏的战绩就这吗？明明他们是战败者，为什么要收集比自己更弱家伙的力量呢？傲慢的话语落下，云雾席卷，白色的残影一闪而过，双方交错之间，秋叶天已然被斩成数段。远处的黑月圣子见状有些落寞，不过几分钟，他就只剩下了一只至尊。小鹿瞥了他一眼，示意自己早就说过了，他们3只就是菜。对此，黑月圣子并未再说什么，而是从怀中拿出一张燃烧的纸，然后对着月神宫大喊：“签订转移契约吧！”与此同时，云霄之上，2位帝王一直在偷偷观看，而断浪千秋对小鹿的评价，或许能成为下一个冰后。这高度评价令月狐六尾以为是在开玩笑，冰后怎么可能是至尊能碰瓷的？就在这时，异变突生，一道气势轰鸣的光柱从天而降，整个御兽学院灰飞烟灭，就连苏良所在的高塔都一样，而小鹿也被震了回来。苏良询问小鹿：“这个气势是帝王吗？”小鹿闻言略带兴奋的回应：“不是，不过这个家伙可以说是半只脚迈入了帝王的门槛。”只见小鹿的前方闪耀着一个绿色的光团，紧接着一只雪白的玉腿迈出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位绿发少女，可她的出现，不管是午夜还是帝王月胡六五，皆是露出不可思议之色。在苏良月之书的介绍下才得知，原来至尊九转玉灵体内拥有着高浓度帝王血脉，被月神宫视若珍宝，就连当代圣女也不能轻易契约，战力已无限接近于帝王阶宠兽，被世人称为最强至尊阶。却没想到如今黑月教圣子将他契约，而这位慵懒的九转玉灵突然察觉到了什么异常，这里的月光含量非常不正常，而且似乎大半个北域的闪光蝶被吸引而来。随即九转玉灵不想多管，看向了他眼前的对手，见小鹿已摆出攻击架势，他的雪白双臂变成了漆黑的兽爪，整个人的气势也随之一变。下一刻，两人皆消失在原地，紧接着天穹之上一粉一绿瞬间碰撞在一起，仅仅千分之一秒钟，两人不知交手了多少回合，所有人都无法看清，只能听见炸裂无比的嗡鸣之声。这也是苏良头一次见小鹿的全力厮杀。忽然小鹿被九转玉灵打落，不等小鹿喘息片刻，九转玉灵直接用出他的战技御风，恐怖的翡翠行月环对准小鹿轰下，瞬间将小鹿吞没殆尽，连小鹿身后的大山都被拦腰斩断。不过小鹿并未受伤，在攻击到他的那一刻已经化作云雾之身。小鹿看了一眼身后松了口气，因为小兔替苏良挡下了那余波，并且要知道由于小兔缺月体的原因，在满月之下，随着时间推移和情绪波动，只会变得更强。他一跃而出，来到九转玉灵和小鹿的战场上，他的那双兔耳瞬间将九转玉灵死死攥紧，然后他耳朵如呼啦圈一般大力挥舞几圈，使出全身力气朝下方地面砸去，顿时砸出一个超级大坑。而小鹿也不给他机会，手持帝王云击凝聚力量，一剑狠狠朝着九转玉灵补刀而去。黑月圣子大感不妙，命令雷月公主去帮忙，可这时雷月公主浑身僵硬，只因晨星偃月不知何时出现在她身后。雷月公主立马选择保护她主人，但晨星偃月完全无视了雷月公主。下一秒，一声轰鸣响起，小兔和小鹿都被震退。一片狼藉之中，九转玉灵无比暴怒，竟敢搞偷袭，转瞬之间天地变色。刚才对小鹿用出战技御风，像是不要钱一般的疯狂用出，无尽的锋刃切割大地，斩碎山脉。小鹿也只能以云雾之身来躲避，然后来到小兔的身后，毕竟化物的速度实在是赶不上月环形成的速度，也还好小兔不管受什么伤都能恢复如初，可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要是有人能拖住九转玉灵1分钟就好了。无数棱形镜片回应了小鹿的期待，和那些御风月环碰撞在了一起，正是晨星偃月出手了。小鹿知道机不可失，他散去了手中的帝王云击，紧接着他并排着食指和中指互相交叉举过头顶，渐渐的云海朝着他汇聚而来，在不断凝聚之中，小鹿消失不见，而突然传来的战力气息令九转玉灵停止了攻击。只见他视线之中，小兔的背后一道恐怖的粉色龙卷连接天地，小鹿的身影在其中若隐若现。九转玉灵沉声的询问小鹿是谁，小鹿平静的回应了一句：踏云追月，如果你能在这一击下不死，我可以考虑把你收为我的手下。听到这话，九转玉灵被气笑了，直接对小鹿爆了粗口，紧接着他双爪合十，最强战技破灭御风被九转玉灵施展而出，瞬间天穹出现一个墨绿色的黑洞，只要触碰到就会灰灰烟灭。然而小鹿无所畏惧，更加庞然的云雾从小鹿身上爆发，片刻之后，那龙卷云雾重组成为一个粉白色的巨大云鹿，与墨绿黑洞遥遥相望。下一秒，鹿角踏出，云鹿与黑洞碰撞在了一起，仅仅刹那之间，炸裂的极光将众人所笼罩。数秒之后，夷为平地的山川大地出现在众人眼前。黑月圣子苦笑几声，完全不是对手啊！多么狼狈的至尊之战，想必神灵也看够了吧？现在可以开始真正的晚宴了。紧接着满月好似要被黑雾吞噬，苏良知道这是帝王之战将要来临。被掏空的小鹿询问苏良有把握吗？苏良嘴角上扬，感觉不到输的可能啊。苏良回忆起了部分的记忆，就比如他根本不是穿越者，而是前身就是他自己，从出生时就带着前世的记忆，甚至为了验证还写下一本中文笔记，只不过某天被迫失忆，才变成了3年前那副模样，一直到2个月前才恢复一部分记忆，导致认为自己是穿越夺舍。但是想到自己从小在北域月神宫分部长大，可问题是北域根本没有月神宫的分部，而自己母亲的画面也仅仅只有一些。如果这些不是幻觉，那么出手干预他记忆的存在，不是他现在能触及的。不过苏良明确知道的是，正如黑月教圣子所说，他确实遗忘了一只非常重要的宠兽，也是他成为神灵使徒的根源。就在苏良思绪之中，一只巨大无比的黑色蹄子从天穹之上踩了下来，使得整个北域遭受到了无比巨大的冲击。而那倒挂而来的黑影，月光御兽学院和他相比宛若尘埃。数秒之后，一头身躯庞大探过云霄的羚羊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这一刻，真正的帝王邪月八角灵降临了，所产生的影响就令那帝王防护罩摇摇欲坠。就在这时，体格恐怖的邪月八角灵缓缓开口：这是哪个年代了？黑月教竟然如此没落，并询问他睫毛上的黑月教圣子敌人是谁。得知是黑月圣子透支30年寿命，请他现世。为了打败一位神灵使徒，他的情绪才有了明显的波动。至于苏良，遥遥相望了一眼，他取出了之前的飞鹰粉瞳的体液，在打开瓶盖之后，居然直接将它倒了出来，这引起小鹿两人的疑惑不已。
实际上苏良是为了他们更容易找对方向而做的。下一秒，嗡鸣之声忽然响彻整片天际，许多人不可思议地朝远方望去，只见四面八方亮起耀眼的金光，一连串的金色星河宛若瀑布一般从天而降。这一刻，所有人目瞪口呆，不管是小鹿他们，还是降临的帝王邪月八角灵，一瞬之间，整个北域都被金色光芒所覆盖。苏良嘴角微微上扬，我以月之书拥有者以及月耀的使徒之名，召集北域所有的闪光蝶，我要与你们全员签订契约。这是苏良几天前就开始命令闪光蝶传达的信号，但为了不被察觉，苏良将他们隐藏在北域各处，直到帝王之战开始，才被苏良召回。七皇女激动地死死注视着闪光蝶，那是他们所信仰的证明，即将于今夜重现。而被金光蝶海所覆盖的苏良抬头遥望满月，当代月神你在看吗？不知这场月神祭的开幕能否满足你的胃口？若你已经苏醒，那就尽情见证这场奇迹吧。至于帝王邪月八角灵，虽然看着乱飞的闪光蝶闪过一丝烦躁，但他没有出手拍死他们，因为不能坏了神灵的兴致。反观小鹿他们也不断往后退去，接下来就是帝王的战场了。而苏良的契约已经来到千亿只，在月之书的疯狂翻页下，来到了最后一页，却始终翻不过去。这一页是苏良有史以来最难翻的一页。曾经的他以为月之书能翻开神灵，直到晨星偃月的七弦的情报被强行掩盖，提醒了他，原来月之书不过是神灵的工具罢了。就算是他原本的力量，也应远远凌驾于月之书之上。终于在契约最后一只闪光蝶后，天穹一道惊雷劈下，月之书最后一页翻开，苏良的半月双瞳最终形成两轮霸气无双的满月。下一刻，冲天而起的金光直接轰碎了云霄。几乎同一时间，中域月神宫养殖的闪光蝶，还有南域苍月圣宗御兽师签订契约的闪光蝶，当场切断了契约，全部朝着北域一拥而去。而天穹观看的帝王月狐六尾他们，还没等从那惊人的气息回过神，突然的一道声音让两位帝王下意机灵，原来是南域的暴动引来了苍月大帝。不过在见到苏良那惊人的一幕，他露出了满足的笑容。不管苏良是否代表北域，他已经确信苏良是能够陪他走到月神祭的终点。至于这帝王之战，已经没有看下去的必要，因为那数千亿只闪光蝶，他们开始重新塑造凝聚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这是无法形容的一个存在，用帝王来描述就是对他的侮辱。就连邪月霸角灵都笑出了声，那是他对自己的自嘲。小鬼，你居然要我对付眼前这一位？虽然很短暂，但我们黑月教的使命结束了。话落，邪月霸角灵把黑月教圣子甩下自己的睫毛，好好见证最后的落幕吧。这是不属于我们的时代。不管已经懵了的黑月教圣子，邪月霸角灵目光重新看向远方。活到现在，我可没听说过这种级别的神灵使徒啊！那是一只体格遮天蔽日、八双羽翼覆盖了苍穹的金色蝴蝶降临这个世界。他正是月曜12宫第2宫金蝶宫的守护者八翼月君主。在这一刻，双月教教徒泪流满面，他们毕生的夙愿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刻的奇迹。反观黑月教圣子露出了苦笑，他明白了邪月霸角灵的意思，因为此时此刻挡在他们眼前的家伙，可是传说中最接近神灵的存在。与之相比，邪月霸角灵是那么的渺小，而八翼月君主只是蝶翼微微扇动，那席卷而出的气浪宛若灭世海啸般的席卷世界各地。那些弱小的御兽师们当场昏迷过去，在场的至尊纷纷面露痛苦，仿佛承受着某种巨大的压力。就连观战的两位帝王也是被双双被掀飞了出去。至于亲自面对八翼月君主的邪月霸角灵，他此刻只感到无比的荣幸，甚至主动朝着八翼月君主靠近，但他一步都没能够迈出。他的身形已经在那金色光芒之中消失殆尽，可他此生能见到八翼月君主已经无憾了。愿他死后能化作月光的一部分源远流长。而从北域爆发的金色浪潮一路吹向世界的尽头才渐渐熄灭，可他消失后留下的孤寂夜空令苏良有些意兴阑珊，因为不管是小鹿还是晨星偃月，同样被余波震晕了过去，睡得十分安详。就连身为至尊他们都是如此，附近想必已经没有其他生灵了。而这般凄凉的景象跟3年前如出一辙，只是当时他从荒地走出时就无缘无故被人尊称为月之王。不过不一样的是，此时的他没有再失忆，也就是说当年的失忆并不是八翼月君主造成的，也明白当初碧海折宫月为什么会对他担忧帝王之战而感到不可思议。或许是不知道他失忆了，同时苏良也知道在最后碧海折宫月出手了，要不然在八翼月君主余波下根本不可能出现灵伤亡。但现在要控制自如，还需找回原来更早期的记忆。他来到半死不活的黑月教圣子面前，说起来透支20年寿命是黑月教自古以来的降神手段，也就是说无论输赢都活不过今天，这种战斗有什么意义呢？黑月教圣子自嘲一笑，神灵果然没有注视着他。苏良看了一眼，询问他，不惜生命也要与他一战，是指望月神祭的奖励能救回他吗？听到这话的黑月教圣子反而嘲笑起苏良来，身为月光系一员，想超越同世代最强的存在有错吗？只要能打败苏良，生命也不是不能舍弃的东西。可惜差距大到令人绝望，怕是神灵觉得也是一场闹剧吧。下一秒，苏良的话令他怔住了，为什么要取悦神灵呢？至少今天我很尽兴，这就够了，不是吗？话语落下，黑月教圣子面目不
可置信。这样啊，你很尽兴吗？原来最终我已经强到能让你头疼的地步了吗？苏良平静地点了点头，事已至此，也没有侮辱他的必要了。哪怕黑月教圣子知道这是谎言，可是已经不重要了，并告诉了苏良一些他记忆的事。虽然当年他面对的很可能就是八亿月君主，但不知为何，即便场景重现，心中的违和感也从未消失。那件事让北域的版图消失1/3，却无人提及。那些消失的人又去了哪里？难道他们就这样凭空被遗忘了吗？在最后的最后，黑月圣子提醒苏良，当年的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你好自为之。话落，黑月圣子身躯化作烟尘消散而去。苏良遥望着满月，沉默许久。帝王之战他胜了，黑月教也灭了，可他始终开心不起来。他的失忆原因与黑月教根本毫无关系，也就说明那个让1/3北域被遗忘是他无法触及存在。尽管很不甘，但苏良选择却是放松。他的八亿月君主并非那么简单，月曜12宫更是如此。在几个小时后，被震懵的帝王月狐六尾他们也是终于苏醒了过来。他扫视着四周，准备查看周围的环境时，他的表情却突然凝固了，汗流浃背的宛若一条死狗。只见他们的前方有着一头不似人间高贵优雅的白鹿，以及一只活蹦乱跳的小兔。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令人窒息，小兔居然在询问白鹿，他举办的月神祭开幕够精彩吧？而且月曜的拼图们要再次聚集了，七贤和白鹿一族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然而下一秒小兔愣住了，因为白鹿警告小兔不准再插手月神祭，也不会让他在北域胡作非为。但小兔只僵住一会，然后又一脸天真烂漫，在白鹿周围蹦蹦跳跳的，示意自己可没有插手月神祭，反倒是某个偷了月之书的小鬼，竟擅自赢下这场帝王之战，需要好好奖励他一番。而且你也不是因为没有合适候选人而烦恼吗？纯白结月大人临走之时，小兔还不忘挑衅白鹿。面对小兔的阴阳怪气，白鹿没有任何的反应，随即他的视线看向地面，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昏迷的小鹿，他笑了笑，转身消失在夜空的尽头。半个小时过后，月狐六尾的豆瓣大的汗水还在不断滑落。此时两位帝王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原来那一鹿一兔皆是神灵。白鹿是北域圣地云雾海之主，是晨星偃月所属七贤的创造者纯白结月，小兔更是当代月神滴泪之月太阴妃，而纯白结月可是整整2万年没有出现，连上个纪元的月神祭都没参加，并且从对话来看，两位神灵属于敌对关系。不过令两位帝王松口气的是，神灵根本没有在意他们，所以他们只要当做什么也没发生就行。然而身后传来的动静又是让他们下意机灵，这次又是哪位存在到来？在见到是一位人类朝着他们走来，还自言自语感受到了神灵气息，以及他手上的小鸟还发出御姐音。受到多次惊吓的月狐六尾不爽质问他们到底是谁。闻言的碧羽衣露出歉意，然后示意他手上的大人找他们有事。说着，那青色小鸟瞥了一眼那两帝王，这惊鸿一瞥顿时令两人如遭晴天霹雳，他们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浑身不停地颤抖，脸色惨白。下一刻，青色小鸟扑灵扑灵地飞起来，紧接着它身上被一层圣光包裹，一头银色璀璨的长发显现在夜空之下，那霸气绝伦的身影正是月曜12宫第7宫射手宫的守护者，双月教的镇教霸者碧海谪宫月。他对两位擅自闯入北域的帝王做出了审判，在1年之内不得离开北域，不许传递任何情报，否则他们两人身后的道统将承受灭顶之灾。以及我虽无法在月神祭初期干涉胜负，但对于先行破坏规则的月神宫还是可以小施惩戒的。说完，碧海谪宫月做出虚空开弓的架势，与此同时，天穹之上属于射手宫的星座亮起，一座半人马的身影若隐若现，与碧海谪宫月遥遥呼应。霎时间，银月沸腾，夜空震动，一座银白色宛若银河战舰的巨型长弓缓缓从虚空之中浮现，伴随碧海谪宫月做出松开箭矢的动作，那战舰巨炮随之亮起。下一秒，星河崩溃，几乎整个北域的云层被震散。这刺破天穹的一箭，如同坠落的流星一般，贯穿万里山河，以超越光的速度消失在北域夜空。与此同时，中域月神宫毫无征兆，没有任何人反应过来，一道银色流星横跨两域，直接砸落在月神宫的中心区域，整个月神宫瞬间被夷为平地。不过月神宫众人倒是毫发无伤，不仅有着月神宫的镇教霸者的守护，也是碧海谪宫月手下留情的原因。就比如他从天穹之上跌落，狼狈跪在地上，祈求碧海谪宫月的原谅。虽然同属霸者，但双方之间的差距也不是一般的大。随即月神宫的霸者朝着众人怒吼：“是谁把九转玉灵派出去的？给老娘站出来！”沉寂片刻，在众人震惊眼神下，一头蓝色双马尾的第四妃面无表情的缓缓走出，她平静地接受霸者审判，从石柱妃中除名，并且逐出月神宫。第四妃她没有任何异议，反而来到了某处，她拿出一张相片，相片上有2个女人，她和银发女人是姐妹。她不明白为什么北域月神宫没有分部，明明她姐姐说要去担任分公主的。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能给我答案了吗？我的外甥月之王苏良。原来苏良在召唤8亿月君主后就陷入了沉睡之中，可现在他的意识却被拉入了一个云雾缭绕的空间。正当苏良疑惑这是什么地方时，一只雪白粉嫩的月光兔忽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苏良看愣了，这里怎么会出现一只低阶月光兔？他本想伸手去抚摸，没想到小兔子大喊着苏良变态。苏良更懵了，能说话的宠兽在低阶之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苏良质问他别做伪装，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小兔子一脸委
委屈巴巴的，明明自己是来送礼的，说月之书残叶，至尊皆宠寿，混血族美人，或是长生不老。苏良，你想要什么？随即小兔子又自言自语，人家的月之书早就被你抢走了。这话令苏良一怔，他知道眼前这兔子是谁了，当代月神第一类之月太阴妃，更是上届月神祭的圣者。这令苏良瞬间警惕起来，因为他可不是代表月神一方的代行者。此时月神也是开门见山，让苏良带着金蝶宫加入他的阵营，为他赢下这场月神祭。这话令苏良搞不清现在的状况，要知道他自己是月曜的使徒，和月神完全是敌对阵营。月神似乎早有预料，他化作云雾消散，紧接着化成苍月大帝的模样，并反问他不是要打败苍月大帝吗？而且无论是苍月大帝还是更强大的存在，月神自信示意自己可以帮助他，而他的那些弱小的伙伴可做不到。就比如苏良那只满月下月光兔，还是他不知稀释多少袋血脉的残次品呢。抛弃他们，带着8亿月君主加入我吧，我可以让你拥有践踏一切的力量，还能和世间最美的宠兽留下完美的血脉。月神蛊惑的话语不断对苏良输出，但苏良一想到自己那些可爱的伙伴们，他直接拍开了月神的手，并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月神。然而月神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依旧充满自信。毕竟当年的月曜的兔妃宫也和苏良一样，可最后还不是脱离了月曜，加入了他的阵营。而苏良对于他来说更重要，所以可以对他尽情的撒娇发脾气。下一秒，苏良用力抓上月神的手，反问他能实现一切愿望的月神，却决定不了月神祭的最终胜者吗？你现在拉拢我，不就是担心我这个月曜的使徒坐上最后的王座吗？你太傲慢了，月神，你没资格评判我的同伴。总有一天，我会带着你口中那些孱弱的家伙们，打败你麾下的所有使徒，夺走月神祭最后的王座。在月曜胜利前，你就在煎熬、绝望和折磨中好好的等着吧。伴随苏良这些话语落下，本来浪漫的云雾空间，现在却是乌云翻滚。可想而知，月神现在有多愤怒。沉默几秒后，月神怒极反笑，并恶狠狠地对着苏良说：既然他如此自信，那他就耐心等待着。正好飞兔宫快要苏醒了，他那些进化到完美的后代们也将重现世间。无敌的10月10将在不久后的将来等着他。话语落下，云雾空间被撕裂，世界瞬间破灭成灰，苏良的意识也跟着消散。但毫无疑问的是，从现在开始，他和当代月神太阴妃的阵营不死不休。此刻在帝王之战的10天后，破败的御兽学院到处都是施工的痕迹，而位于某处山脉，两个身穿白袍的身影若隐若现。虽然他们被金蝶宫和射手宫残留的气息吓得不轻，可却在坚持调查某样东西。只见其中的女性白袍人翻开一本书，上面记录同时代最强的5位月光系御兽师。原来在3年前，满月横空30个日夜，自那以后神灵就陷入了沉睡。虽然概率微小，但犯人一定就在这群月光的使徒之中。而书上记录的数据就是打败神灵的概率，并且其中苏良的概率最高。不过无论是谁，一旦查出，他们彼岸神教必将追究到底，不死不休。与此同时，御兽学院某处帐篷内，沉睡10天的苏良重要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的朦胧视线中看到了一位倾城倾国的鹿角美女，当然小鹿也是见到苏良的醒来。本想叫苏良起床，可苏良在意识到是小鹿的吸枕后，又继续的睡了过去。不过睡前他顺便确认一下体内的月之书，他倒是没想到都撕破脸了，月之书都没被月神剥夺，看来对方是没有那个权利。至于月之书上新的面板已更新，由于苏良现在境界过低，8亿月君主属于封印状态，而他签约的1000亿只闪光碟，满月时能召唤10万只，其余时间上限1万只。就在这时，小鹿一个脑瓜崩弹在苏良额头上，让苏良快点起来，可苏良却毫无反应，然后又转了个身埋进小鹿大长腿上。小鹿拿苏良毫无办法。至于埋头享受的苏良，询问小鹿他睡了几天，一旁的一句10天，顿时令苏良石化了。正准备和小鹿撒娇的他，倒是忘了屋内还有其他人，这一下真的是社死现场了。苏良极力掩饰尴尬，询问现在情况如何。对于小鹿说学院正在重建，苏良倒是没什么意外，可从陈星偃月那得知，中域环月7星出世，正疯狂攻击石英柱，月神宫顶多再坚持半个月，一旦石英柱全部被打破，传说中的飞兔宫守护者就会复活，到了那时，真正的月神祭就会展现出来。听到这话，以及之前月神所说，由于记忆缺失，苏良只能询问陈星偃月飞兔宫是谁。陈星偃月美眸微沉，曾带领麾下环月7星横扫上个纪元，月神祭的最终胜者，原月曜12宫第8宫飞兔宫守护者，现太阴10月10之首福秀白玉清。而且要知道，福秀白玉清曾经的主人是上个纪元的月之王，上个纪元月神祭的最终胜者，也就代表着那个时代最强月光系生灵。但这样的存在竟然会背叛月曜阵营，成了太阴妃的最强阵容。可突然苏良意识到一个矛盾的问题，陈星偃月刚才说的是复活，既然是上个纪元月神祭的获胜者，为什么无法存活至今？是什么原因他被封印了？这话令陈星偃月有些窘迫，语气不自然地说自己那时沉睡了不知道。这反应苏良自然知道陈星偃月在隐瞒着什么。然而就在苏良紧盯陈星偃月时，小鹿不爽了，苏良什么时候和陈星偃月关系这么好啊？难不成他不在时发生了什么吗？想到这，小鹿粉拳不禁紧握，苏良被一脚赶了出来。虽然意外撞见被囚禁的九转玉灵，但他为什么没死，苏良还是知道的。九转玉灵和黑月教圣子的契约不过是临时的罢了。接下来苏良得知碧羽衣他们即将返回碧月帝国，他不禁想到之后的月神祭以及和月神战争，只有强化他现在的阵容，才能打败所有人，走到那个狂妄的神灵面前，把他拉下王座。
于是苏良决定和毕羽衣他们一起回去，毕竟闭月帝国的位置好像就在3年前那片废墟附近。苏良准备回到那里查询过去丢失的记忆，然而刚才苏良那温声细语模样却给予了毕羽衣很大的震撼。曾经的苏良那冰冷又可怕的样子他是见过的，当然现在的苏良让他更喜欢。不久之后的一头巨大仙鹤上，双月教的12月下众亲自护送苏良前往闭月帝国，至于苏良则来到了仙鹤背部建造的温泉旅馆中。苏良没想到还能这么晚，而小鹿和小兔已经泼水玩了起来。陈星偃月安静躺在座椅上，跟胡中月一样没有参与其中。小鹿本在高兴苏良的到来，殊不知苏良正在考虑要不要在他的背上也盖点什么。此时苏良面对小鹿喊他下去玩，不禁有些迟疑，毕竟小鹿他们虽然是宠兽，但同时也是母的呀。可苏良也想泡温泉，便以主人和宠兽之间没什么秘密可言的理由安慰自己，然后脱下外衣进入温泉之中。小鹿见状，忽然来到苏良的面前，询问苏良不害羞吗？他之前在小说里看到公的和母的一起洗澡是会害羞的，为什么苏良他看起来脸不红心不跳呢？苏良听得无语，这傻狍子啊，并反问小鹿，他兽形态不是天天都在裸奔吗？在地上和水里有什么区别？然而小鹿还是不信苏良不害羞，觉得他在装，对着苏良仔仔细细的看起来。原来小鹿想要找到苏良的黑历史，让苏良不能再以他看霸总小说来威胁他。可忽然小鹿变成了人形态，倒在了苏良的身旁，这突发情况顿时令苏良懵了，他脸红的吓人，人也要晕了。然而小鹿他自己也很奇怪，明明还没有满月，他怎么就强制化人了？忽然小鹿眼睛瞪大，他直勾勾的盯着苏良看，似乎察觉到苏良的什么秘密，一脸坏笑的看着苏良，有些得意的对苏良说，传说中的月之王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啊。明明小鹿抓住了未来，可苏良出脸更红就没什么变化，这令小鹿很不满，询问苏良的反应就不能大一点吗？而苏良也是终于急了，但在推开小鹿的过程中却是不小心碰到了小鹿，顿时本在调侃苏良的小鹿脸色突然爆红，也开始可爱的圈圈眼。苏良为了防止小鹿的尖叫，他一把拦过小鹿，在他的耳边说不要太放肆了。然而小鹿已经羞得迷迷糊糊的，他又听见苏良威胁自己，气不过的小鹿直接一口狠狠咬在苏良的肩膀上，痛得苏良惨叫声响彻旅馆上空。这动静自然影响到了陈星偃月，他的目光瞥了一眼苏良，似乎察觉到陈星偃月的视线。苏良解释了一句是蚊子咬的，陈星偃月又不是傻子，嘴边嘟囔的一声玩得挺花。至于被咬的苏良，在考虑小鹿契约之事，让小鹿明白谁才是爹。可是现在他境界太低，与小鹿正式契约的话，就无法再召唤小鹿，而且像今天这样的亲密接触，怕是也没有了。几天的闭月帝国，看着高楼大厦，苏良不禁感叹一句繁华。毕羽衣闻言感谢碧海折弓月的帝王禁令，才让闭月帝国几年时间发展到现在。要知道10000年前的科技比现在还要领先几百倍，而造成倒退的原因仅仅是2个霸者的权力对战，全世界的电子设备全部损毁，科技一度倒退几万年，而且还造成几十亿人死亡。虽说事后2位霸者都遭到严重的惩罚，而这话真的让苏良震惊了。陈星偃月见状不由无奈，苏良连那2位霸者是谁都不知道，竟还说要帮他拿回刀鞘。不过冰后这次破例参加月神祭，就是因为曾经没能彻底打败飞兔宫，压抑了几万年的怒火。苏良你可要小心了。接下来苏良决定自己逛逛闭月帝国，吩咐他们不用再跟随他，随后便消失不见。12月下银兔不禁发问，谁还记得当初月之王的样子？他无法想象他们的教主大人居然会带着宠兽游山玩水。当初一度以为月之王没有人类感情，其实最恐惧敬畏月之王的并不是外人，而是他们这些亲眼见证过奇迹的教徒啊。与此同时，北域天渊，苏良看着天渊形状，这才明白双月教的由来。他吩咐看守天渊的双月教教徒，在他进去期间不准放任何人进入。而另一边的彼岸神教的2人，在察觉苏良的那个可能性最高后，决定一人跟随苏良进入天渊，防止被团灭，并告知另一人，要是他死了就立马逃跑，将月之王的概率上调到100%。并且通知其他彼岸神教全部在北域集合，联手绞杀月之王。原来苏良在走进他3年前造成的天渊时，忽然察觉有些不对劲，但双月教总部就在附近，苏良对于碧海折弓月有着信心，真有什么问题他会出手的。所以苏良大胆地往前走去，殊不知苏良他的身后偷偷跟着一人，在他打了一个响指，天穹之上忽然出现一个黑色护罩，在向下落的同时自身跟着隐藏起来。对此苏良并未察觉，反而倒是他发现了其他什么。在小鹿疑惑目光下，苏良小时候记录的日记本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眼前。苏良不禁猜测，可能是自己之前随身携带，后来由于失忆了，看不懂上面写的内容，就随手丢弃了。苏良正准备上前捡回自己的日记本，可一只玉手率先一步，并身穿着嫁衣将它拿了起来。嫁衣女激动地打开日记本查看，但是上面的内容很快令她笑容消失了，因为她根本看不懂上面写了什么。而苏良此时也回过神来，小鹿站在苏良面前，警惕地质问嫁衣女是什么人。苏良见状，一同将陈星偃月召唤了出来。看着毫不在意的嫁衣女，陈星偃月顿时睁开了眼眸，一道碧绿色的斩击直接轰向嫁衣女，但这道斩击在苏良看来却是非常的普通。不说嫁衣女毫发无伤，就连她所在四周都没有破损的痕迹，被攻
攻击的嫁衣女看了一眼苏良他们，疑惑的询问：“不会是想在白天和他开战吧？”原来相比于夜晚，在白天的月光系宠兽所发挥的实力可能连一半都没有。不过嫁衣女也不想和苏良开战，准备回去研究日记本上写了什么。可苏良并不愿意让嫁衣女把手中的日记留下。同时，苏良也确定了嫁衣女是帝王的事实。不过月之书没有反应，嫁衣女并不是月光系宠兽。但令苏良疑惑的是，怎么瞒过碧海折弓月来到天渊的？至于嫁衣女听了，她的嘴角裂开一个惊喜的恐怖笑容。在得知苏良能看懂日记内容，于是嫁衣女改变主意了，她要看苏良脑海中的记忆。只见她的手化作一条条树根，朝着苏良他们蔓延而去。小鹿连忙挡在苏良的身前，可是那些树根却轻而易举地洞穿小鹿的防御。苏良见状，立马握上晨星偃月来抵挡，瞬间产生的余波将一旁的石墙摧毁。要不是晨星偃月有着无法破损的特性，苏良怕是已经身受重伤。见小鹿已经被重创昏迷过去，苏良便明白在白天和帝王战斗对月光系宠兽太过不利。嫁衣女看着轻声一笑，放弃吧月之王，月光系的奇迹只会在满月绽放，现在的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并对着苏良表示不要心存侥幸，碧海折弓月是察觉不到这里的，这是神灵对他们彼岸神教的恩赐，就连圣地也无法观测到他们的存在。苏良沉默数秒，开始了他的反击。你或许没有说错，但这不是你一脸狂热的把我小时候的随手涂鸦当神作的理由，给人一种小脑萎缩的美感。这话语一出，嫁衣女神情当场就阴冷下来。她沉默片刻，平复自己的心情，反问苏良曾经来过这里，如今重返旧地，该不会传说中的月之王曾丢失过一部分记忆吧？在她见到苏良一副动摇的表情，嫁衣女立马愣住了，紧接着她美眸之中流下泪水，无法克制的捂着脸痛哭起来。亲眼见证了那般存在，却仅仅是丢失了部分记忆吗？从现在开始，彼岸神教将与双月教不死不休，我弟七梦秋霍基将在这里杀死你月之王。紧接着嫁衣女如赛亚人一般爆发了，只见嫁衣褪去，全身上下布满了牙齿裂口，而在她的身后，一棵巨大的红色枫叶树贯穿了天际。这一刻，苏良也明白了自己记忆丢失的原因，只是眼前似乎有点不妙。就在苏良思绪之间，那红色枫叶形成巨大的血色龙卷，携带着漫天杀意，朝着苏良席卷而来。苏良本摆出一副防御架势，可随至本昏迷的小鹿忽然挡在他的身前，小鹿的身影顿时被无尽的枫叶吞没。当烟雾散去时，并没有烟无伤的定律发生。这一刻的小鹿狼狈到了极致，不仅衣服破烂不堪，连他母亲送的水晶项链也碎掉了，气息微弱的他倒在了坑中。看到这一幕，无尽怒火在苏良心中产生，他挥动晨星偃月往前狠狠劈出10几刀，可这铺天盖地的刀芒并未对嫁衣女造成什么伤害。他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小鹿，一股违和感在他心中产生。不过下一刻，一片枫叶飘到他眼前，随即微微一弹，枫叶化作导弹一般轰在苏良身上。苏良非常不甘，不管是小鹿还是晨星偃月，都是站在至尊的顶点，要不是白天，面对嫁衣女这位普通的帝王，根本不会完全没有反手之力。此时嫁衣女由于想知道苏良脑海中的记忆，并没有对苏良下死手，尝试和他谈判，但是见到苏良那副模样，便知道自己无论怎么说都不行。在打消心中最后的顾虑，嫁衣女毫无征兆地出现在苏良面前，她的树根快速地从裂口中吐出。然而苏良却轻而易举地挡下了，令嫁衣女不由一愣。原来苏良在嫁衣女谈判期间已经想到防御的办法。之前胡中月参加宠兽食量大挑战，那时候囤积了大量特制宠粮，现在胡中月靠着吸收宠粮护盾能量，可以1秒5%的速度恢复，所以不管嫁衣女怎么对苏良攻击，就是打不破苏良那密不透风的防御。一时之间，刀芒流光疯狂交织，不过由于力的相互作用，苏良的手被震得麻木。就在苏良脱力之时，晨星偃月自己动了，苏良能够感受到是晨星偃月握紧了自己的手，一道凝聚成实质的半月刀芒横跨整个天渊，似乎连苍穹都要被斩碎。理所当然，那红色枫叶巨树也被拦腰斩断。受到重创的嫁衣女七窍流血，然而这一刀，晨星偃月用光了刀鞘留下的力量。他质问苏良，要任由嫁衣女嘲讽到什么时候？不是还要打败冰后和飞兔宫吗？这种程度就不行了，真令人失望。晨星偃月的话唤醒了苏良，他觉得自己也有些可笑，不过才一只普通帝王罢了。另一边的缓过来的嫁衣女听到苏良他们的谈话，对着他们怒吼着：月之王，从前我就最恶心你们月光系高高在上，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月要破碎后，那些不可一世的霸者们，不也死的死躲的躲吗？清醒点吧，小鬼！月要统治一切的时代早就结束了。然而苏良却并没有回应嫁衣女，好似在研究什么。这个态度彻底令嫁衣女破防。可他就要出手时，苏良回应了他：或许你说的没错，但这就是我站在这里的意义。我会站上王座，重现月曜，让你们这些角落生物再也无法抛头露面。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出生在这个时代。话语落下，一道冲天光柱直冲云霄，苏良他被一团金光包裹，并手拿着已经积攒700抽的月之书。下一秒，700连抽全部清空，无数新的宠兽解锁，其中的至尊阶宠兽也并不在少数。虽然没有帝王，但这些至尊宠兽都非常远古稀有。但是苏良全部放弃契约，转化成经验值，然后涌入苏良的身体当中。如果苏良将这些经验吸收的话，怕是能一举突破到6星御兽师。可这还无法打败帝王，所以苏良将经验值全部给予了8亿月君主。苏良本以为8亿月君主吸收了这么多能量，能够再次现世，结果8亿月君主才解封 0.001% 进度。苏良傻眼了，毫无疑问，苏良低估了8亿月君主的饭量，同时用完能量的他，好像成了小丑。
然而一直在防备苏良的嫁衣女，此时忽然瞳孔收缩，只见苏良的周身亮起了无数光点，那是苏良契约的千亿闪光碟。原来那些能量被闪光碟吸收了。紧接着明媚的天空变得昏暗，月亮毫无征兆的降临，嫁衣女彻底傻了，她没想到苏良居然能够改变天象，这可不是使徒能做到的。苏良笑着看向嫁衣女，下一刻他就被一道金光贯穿，并且更加庞大，金光落下，嫁衣女根本抵抗不了，逐渐消散。就算不是8亿月君主现身，可那千亿只闪光碟汇聚一起的力量，也不是他能够抗衡的。可在消散的最后，他却说是他们赢了。苏良不禁无语，以为是嫁衣女胡说八道。正准备休息一会的他，一道陌生的脚步传来，只见一位身材娇小的黑发少女缓缓现身。她来到嫁衣女死亡的地点，自言自语：七姐完全被你猜中了，幸亏你让我先藏在暗中，如果我们一同出场的话，100%会被团灭吧。但这样一来就没有输掉的理由了。刚才那天象的改变，规则的破碎，都深深震撼着少女。不过现在苏良就算超越了使徒的界限，无敌的月之王也会在这死去。可就在这时，少女不由一愣，因为本重伤昏迷的小鹿却是清醒了过来。尽管小鹿不明白为什么白天变成了黑夜，可在看到苏良身旁的黑发少女，她顿时变得警惕起来，这绝对是另外一只帝王。然而目睹了刚才的战斗，少女认定小鹿的威胁为零，晨星偃月用掉了全部残余力量，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射手宫的霸者碧海蜇宫月，所以少女为了以防万一，想要在10秒内结束一切。下一秒，一顶巨大的黑色巨伞从天而降，将苏良两人笼罩，紧接着黑色的雨水铺天盖地的洒落下来。少女对着苏良他们介绍自己：我是彼岸神教第9梦无上明夜，这一刻起，月曜的时代将被我彻底终结。一瞬间，被雨水触碰的事物开始腐蚀，除了晨星偃月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不管是小鹿还是苏良都受到了侵蚀。没有力气反抗的苏良被一阵云雾笼罩，然后消失不见。无上明夜知道那是白鹿一族的误解，而且本被雨水侵蚀的小鹿，他的伤势也跟着退去。他平静地对着无上明夜表示，他做错2件事：第一，他威胁并不是零；第二，不该在夜晚站在白鹿一族的面前。小鹿下意识地去触摸头顶的水晶项链，什么都没有的触感，才让他想起在和嫁衣女战斗时已经破碎。下一秒，小鹿将双手穿透自己身体之中，紧接着缓缓从自己的面前拔出长剑，正是小鹿在月神祭出现的武器物象云姬。见状的无上明夜冷笑一声，区区一只至尊罢了，不仅大放厥词，还摆出一副攻击的架势。至尊月战帝王从古至今从未有过先例。话语落下，那下落的黑雨突然静止，紧接着密密麻麻朝着小鹿爆射而去。然而小鹿被黑雨吞没的刹那，他的身形已然消失不见。在无上明夜没有反应过来的瞬间，他的一条纤细手臂被斩得4分5裂。无上明夜顿时懵了，明明刚才对战他七姐，连一根头发都碰不到，现在他甚至连鹿女的移动轨迹都没看清。明明是至尊的他，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原来在苏良改变天象后，小鹿实力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帝王无上明夜都给打懵了。不过明夜不相信小鹿能以至尊超越帝王，刚才或许只是自己愣神的缘故。在恢复自己斩断的手臂后，明夜伸出双手做出紧握的动作，紧接着小鹿愣在原地，似乎被什么所禁锢。只见小鹿在月光下的影子竟然被2只形如魔爪给攥紧了，而这正是明夜的战绩幽夜暗我，这才导致小鹿的身体无法动弹，并且很快小鹿的肌肤又被那黑雨所侵蚀。见状的明夜非常得意，虽说白鹿一族的物界全能无人可破，但只有帝王才能展现出真正的全能。如果小鹿是帝王，明夜是打不过，但只是至尊的小鹿可不是他的对手。很快那黑色雨水将小鹿完全吞没，数秒过后，再看到小鹿生命气息完全消失，黑发少女狂笑起来，蝼蚁一样的东西还敢对他口出狂言。然而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明夜觉得自己不过打败一个至尊，没什么好得意的。明夜也打算去料理小鹿物界破碎后的月之王，可他转身的一刹那，他整个人的目光轰然呆滞，一股冷意直冲天灵盖，只因小鹿毫发无伤的出现在了他的身后。10秒到了，你没有实现你的承诺，我也觉得有些腻了。小鹿的话语落下，他那一头银白长发开始快速的生长，本就精致的睫毛更加修长，五官也肉眼可见变得更加美艳。一瞬间，小鹿的气质来了个大变样。无上明夜听着小鹿缓缓述说什么拥有物界的白鹿一族和其他生灵对死亡概念的认知是不同的，可明夜已经听不进去了。小鹿身上那恐怖的气息令他汗流浃背，而小鹿不过是以后短时间回不来了，才不自觉话语多一些。下一刻，小鹿整个身躯消散不见，仅仅留下一阵云烟，似乎已经不在这个世界，而是另外一个维度。无上明夜仿佛已经预料到什么，他停留原地没有再进行反抗，同时也庆幸自己没有通知其他姐妹，因为那可是完整的物界穿行啊。刹那间，好似有无数剑芒扫过明夜的娇躯，顿时这位黑发少女被分割成数以万计的碎块，直至烟消云散。但小鹿却再也没有现身，而这一幕也只有晨星偃月收入眼中。他也知道完整的物界代表着什么，也明白为什么白鹿宫消失数万年，月曜12宫还保留他的王座。这时一个云雾漩涡出现在半空，昏睡的苏良被他吐出。晨星偃月愣神片刻，便将掉落的苏良接过，就是小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返回了。1个小时过后，此时的苏良早已醒来，他沉默翻动着自己小时候写的日记。然而没过多久，苏良忽然将自己的日记本全部撕碎，当成垃圾一样随意丢到一旁。晨星偃月看得一愣，询问苏良这样好吗？苏良此时的神情已经截然不同，反正早晚都会想起来，就没再去看的必要。打败那2个帝王后，我又想起了一些东西，彼岸神教的全能大概跟遗忘有关，所以我只要将彼岸神教全部剿灭，就能恢复记忆了吧。
这份愤怒陈星偃月感觉到了，大概是小鹿的离开让苏良彻底对彼岸神教判了死刑。等苏良走出天渊，大量的双月教徒在此等候。12月下第一时间上前询问苏良天渊内发生了什么，可苏良并没有回应他们，而是开口提起了射手宫碧海折宫月。苏良质问他，上一届月神祭也是靠避战活下来的吗？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计划，但希望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不会成为敌人。话语落下，苏良直径离去。要知道天象的改变，无上明夜降临，碧海折宫月不可能没有察觉，却没有前来支援。而站在碧羽衣肩膀上的小青鸟叹息一声，下次不会了。至于在场惊讶的众人，没有人给他们解答疑惑，只知道他们的教主在警告双月教的霸者，比之3年前更加的霸气。或许教主大人已经找回了真正自己。实际上苏良的记忆没有完全恢复，倒是想起一些重要的常识。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着尘世五域，还有更加神秘的圣地的存在。但奇怪的是，圣地里面的领土似乎比这颗星球还要广阔无数倍。更离谱的是，霸者这种灭星级别的战斗力和人类竟然共存，不应该约束在圣地里面吗？现在霸者直接统治凡人，干涉现实，世界是怎么到现在都没毁灭的？更重要的是，苏良知道为什么月曜12宫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原来月曜12宫之间的存世年代是不同的。在上一届月神祭开始前，月曜12宫只剩下飞兔宫、处女宫、射手宫、双子宫、宝瓶宫和最后的孔雀宫6宫，更别提飞兔宫还杀死7大奇迹之一的宝瓶宫后叛逃。月神祭前仅剩4宫，如此看来金蝶宫重现世间，代表着很多征兆。与此同时，北域最北边缘云雾海，一道身影正在云雾中穿行，这人正是之前消失在天渊的小鹿。当他停住脚步后，面色平静地遥望远方，只见一座建立在云雾之上的通天巨门出现在眼前，并且守在云雾门前有着3位银发美人。他们在见到小鹿时，俯身恭敬的行礼。帝王云姬拜见太乙姥姥，帝王灵幽空雀拜见太乙姥姥，云公主拜见太乙姥姥，并且她是唯一的混血人类御兽师。然而小鹿根本不搭理他们，只是冷漠地走向那座巨门。云公主见状更加的热情示意，太乙姥姥，您已经觉醒了血脉的记忆吧？按照约定，我们需要签订契约，我们要代表白鹿一族出战这届月神祭，打败所有7贤持有者，其中包括苍月大帝、西域双子以及月之王都是我们的敌人。似乎听到最后那3个字，小鹿停住脚步，冰冷地吐出一个滚字。这位云公主顿时不敢再说一句话。2位帝王也面面相觑。云公主虽然不知道太乙姥姥为什么火气这么大，但没关系，反正还有不少时间。而令她如此自信的原因是，这位云公主的境界距离传说中9星御兽师只有一步之遥。她明明只是至尊级别的宠兽，可在过去的她居然能够挑战帝王之上霸者双子宫。要知道帝王阶是从出生就站在世间顶点的存在，由于会对世界产生毁灭性影响，大多数帝王都会受到神灵的约束，签订契约后镇守在各自领地，非特殊情况下不会随意活动。然而即便是帝王之中，力量差距也超越其他生灵的想象，因此世人将帝王的阶级大致分为普通帝王、高位帝王、霸者，而仅凭威压便可以震死普通帝王的霸者中，有气息化剑可以贯穿世界尽头的碧海折宫月，有仅凭自身体温影响一域气候的冰雨天灵后，还有掌控着所有海洋的圣地3王权霸者。若战力全开，他们可以在一瞬间毁灭整颗星球。而高位帝王中，展翅一息万里飞空的飞鹰粉瞳，能够延迟日月交替的西域白圣一族，月神宫中万古流芳的满月坠落，都是高位帝王中的绝对代表。最后90%的帝王都是普通帝王，但即便在普通帝王中，也有着同阶无敌的存在。而此时隶属于圣地3王权公共运输非洲上，苏良乘坐他离开了北域。不是苏良不相信射手宫，尽管射手宫有什么小心思，但苏良相信他不会害自己。只是现在苏良他留在北域也没什么意义，并且苏良收到了双月教4相之一回信，告知他在中域有着突破境界办法。而在苏良恢复的记忆中，那位4月相曾经是宝瓶宫的手下，与太阴阵营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完全可以信任。这也是为了获取能够重新让8亿月君主现世的力量。毕竟小鹿短时间内是回不来了，陈星偃月刀鞘残留的力量也用光了，月之书积攒的抽奖次数也全没了。所以如果再遇到帝王，怕是要凉凉的节奏，可怕什么就来什么。这明明是圣地势力所属的非洲，居然也被袭击了。从散发的威压来看，又是一头帝王来袭。尽管只是普通帝王，但苏良觉得自己是真的倒霉。而这头帝王还是彼岸神教的，他虽然无意招惹圣地，但是所有离开北域行人都必须通过他的检测才行。为了探查嫁衣女和无上明夜的死，以及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所不惜。下一刻诡异的梦魇气息炸裂而开，所有人都相继倒下，就连有着湖中月保护的苏良也是不例外。原来数万年前，彼岸神教曾横霸一方，教内拥有神灵坐镇，由于无意间干涉了某届月神祭，彼岸神灵被一个恐怖至极的存在重伤至濒死，无法留在现实，于精神世界中陷入沉睡。所有教徒被驱逐出尘世5域及3圣地，流落至一个无人小岛，逐渐被世人遗忘。数万年后，某天一位后人无意间发现，从神灵那里得到的全能竟然大大提升，这代表彼岸神灵即将重归现实。一时所有教徒都陷入狂热之中。然而不到一个夜晚的时间，全能瞬间破碎，神灵刚刚苏醒就陷入了永久的沉睡，就像当年的月曜12宫一般。时间流逝，彼岸教徒人数骤减，全能渐弱，只剩下集合了所有剩下全能的9只帝王9重梦。他们的目标就是趁月神祭的动乱期间，不顾一切的查明真相，否则待月神祭尘埃落定，他们将永无翻身的机会。而这头帝王，他能力正是探查记忆，非洲上所有人记忆在他面前显现。可30分钟后，9成9的人
人都勘察完毕，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那是一点有用的记忆都没有。忽然他的瞳孔一怔，因为他看到了至尊晨星偃月，他避开近1年的记忆，只因8亿月君主的降世，就算隔着回忆，也不想面对那股威压。然而20分钟后，晨星偃月的记忆都没看完，令他不禁怀疑晨星偃月到底活了多久。忽然一处记忆引起了他的注意，仅仅注视一眼，就让他瞳孔流血。只见那记忆画面中是双子宫的宫殿，一位看不清面容的女人手持晨星偃月，她似乎因为寿命将要耗尽，所以为了不留遗憾，来挑战世界上被誉为最强兵器的双子宫霸者。战斗一触即发，可之后产生的战斗波动，瞬间将这处记忆碎片粉碎。同时探查记忆的帝王被波及，身受重伤。此时他完全懵了，要知道月曜双子宫那可是曾经一击斩穿一个恒星的存在，竟然有能站到双子宫面前的霸者，隐藏在北域。现在的他管不了那么多，只想立刻回去养伤。但他忽然发现经过伪装的苏良失忆。他本在纠结要不要再继续探查，可为了彼岸神教，他自身安危已经不重要，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失忆的家伙，万一他就遇到神灵了呢？倒不如说他直觉是对的。当他化作了人形态去接近苏良时，心中顿时狂喜起来，没想到他自己中大奖了，眼前之人居然是月之王。现在只要继续观测下去，一定能够知道全能的破碎、神灵的沉睡，还有3年前那场满月奇迹的真相。与此同时，在苏良的意识空间内，月之书提示苏良他解锁了新的途径。原来那个帝王叫六月幽行，是彼岸神教的第6梦，因为体内有月光系混血，所以被月之书检测了出来。而现在苏良也得知六月幽行在探查他过往的记忆，不过苏良想到自己都有无法触及的记忆断层，虽然他怀疑这头普通帝王能不能做到抵达他的记忆深处，但反正自己没什么损失，说不定还能找回那缺失的记忆，所以苏良也跟着一起去观看。还别说，记忆觉醒一半之后再重温那场把曾经的自己当作另一个人的乌龙，苏良感觉还蛮新奇的。很快记忆将要抵达那断层的节点，六月幽行屏息凝望，下一秒当记忆碎片闪过后，那是一轮满月率先映入眼帘，而那月光照耀着北域某处。可下一刻，那月光照耀之地突然凭空消失，化作虚无，如同末日降临的凄凉景象。仅仅只有一名年幼的白发少年，神色冷漠地站在荒芜之地中。此时此刻，六月幽行的身躯无声无息化作飞灰，这就是对彼岸神教曾经罪行的惩罚与承诺吗？原来我等早在3年前就该彻底退场了。因探查苏良记忆遭到严重反噬，只剩下一缕残魂。他为了把从苏良记忆中获取的信息传递给彼岸神教其他9梦成员，让他们不顾一切来围剿苏良，所以拼了命的逃跑。苏良自然不会放走他，尽管他最后没有看到自己的记忆就被提出意识空间，也不知彼岸神教的神灵到底是否和他有关，但留下六月幽行是必须的，并且在他昏迷之时已经派出了闪光蝶群，这会已有数百万闪光蝶汇聚而来。要知道中域闪光蝶数量是北域的4、5倍，他可不会在这里惧怕任何敌人。可忽然苏良面色一震，因为六月幽行逃跑的方向有些不太妙。下一刻，如苏良所料，他们的非洲被袭击了，整个非洲直接被贯穿。六月幽行整个人都傻了，他刚才逃跑的方向居然是石英柱的战争区域。原来在月神宫统治了中域数千年中，不知为何其中主脉的核心成员全部都是美貌的少女，而飞兔宫虽然赢得月神祭王座，却被月神宫封印在石英柱下，由历代圣女和石柱妃镇压。但如今石英柱第6柱封印区域被环月7星之一的帝王阶耀月辉光龙袭击，在双方争斗中，六月幽行的突然闯入，被耀月辉光龙误以为是月神宫派遣的帝王。现在他得知自己误伤了3王权圣地的非洲，不想惹麻烦的耀月辉光龙决定将全部人灭口，毕竟想要和圣地开战，至少得等10月10的霸者们全部苏醒才行。与此同时，站在船板上的苏良也解锁耀月辉光龙的部分信息，只是耀月辉光龙的攻击已然到来，非洲上的无数人被击飞出去。晨星偃月询问苏良有什么打算，苏良示意他不用担心，在几秒前他派出去的闪光蝶已经成功汇合了，正在朝这边迅速汇聚，只要挡下最初一击，就有机会彻底留下对方。同时苏良体内闪光蝶可操纵数量也由1万临时升级至600万。此时的耀月辉光龙不想再浪费时间，直接用出他的战技闪断，只见密密麻麻的光线将非洲上所有事物全部撕碎，而苏良的湖中月也只能保护得了他自己。可突然本被撕碎的众人却是莫名其妙的恢复原状，在耀月辉光龙蒙圈的眼神下，一双白皙的玉腿率先降临，紧接着一位披着豪华白色长袍的少女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只见少女双手交叉，轻喝一声交替日月，在耀月辉光龙不可置信眼神下，白天变成了黑夜，数秒之后黑夜又再次化作白天，而那巨型非洲居然凭空消失不见，仅留下了六月幽行，并且他身上的伤势不翼而飞。这一幕令耀月辉光龙瞳孔一缩，这绝对是高位帝王。此时纯白少女冷漠开口，不必纠结，我只是将他们的生命状态送回了24小时前，当然记忆是无法抹除的。随即纯白少女对六月幽行做出了审判，彼岸神教为有罪之名，非我等5域帝王却再次插手月神祭，干涉并牵扯北域无辜之人，重蹈覆辙，宣判死刑。话语落下，六月幽行瞬间炸裂开来，下一秒纯白少女目光投向耀月辉光龙，耀月辉光龙顿时汗流浃背，恨不得再生出几条腿来跑路。纯白少女并没有去追，而是告诉耀月辉光龙，妄图灭口王权非洲一事，他会如实向圣地传达。听到纯白少女所说，耀月辉光龙无语至极，什么人啊，管得真宽。接下来纯白少女看向苏良消失的方向，伟
伟大的月之王，按照约定，将您送去了能够快速提升境界的地方。这些杂鱼无论来多少，都无法改变月神祭的结果。您应该也清楚，无需浪费过多奇迹。但是在您下次回归之前，必须要拥有打败飞兔宫的力量才行。而此时苏良已经来到一处万里冰封的区域，衣服单薄的他被冻得瑟瑟发抖。他环顾四周，大致明白自己已经来到了东域。尽管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但他大概知道和最后出现的四月相有关。可问题是，为什么四月相不把晨星偃月一起传送过来？现在的他只能靠湖中月来抵抗这寒冷的气息，并且闪光蝶和小兔子也都无法战斗。现在的他算是孤身一人了，但这冰寒雪地之中，苏良根本认不清该往哪走。忽然湖中月提醒苏良有人，苏良定睛一看，原来是东域的兵民。本在警惕的苏良，可那些兵民却是直接无视了他，并还告诉苏良离矿场太远不安全，记得天黑之时快点返回。苏良这才知道网络上那些对兵民谣言说对外人态度很差是假的。接下来在苏良友好交流下，花费了半天时间，来到了月光系矿脉之处。累瘫的苏良无比想念小鹿，要是他在的话，路程怕是只要几秒钟。不过让苏良奇怪的是，这里明明是东域，可月光气息比御兽学院还要浓郁，一转眼疲劳都消失大半。湖中月的护照也在快速的恢复，难不成是月光矿场的缘故？而且这里的御兽师也不像是被兵民囚禁起来的。不过在看到月光系御兽一看到自己都一副崇拜的模样，苏良知道他已经被认出来了，所以现在他想知道此处的情报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只要找来月光系宠兽就行。于是就有了通过他们了解此处月光系矿脉信息的想法。在湖中月的翻译下，原来这座矿场居然是当初宝瓶宫卖给冰后的，而这些月光系宠兽之所以会在冰寒地冻的东域，是他们有的被主人卖了，或者是旅游时迷了路，为了攒够回家的路费，他们只能在这矿场打工。其中居然还有双月教成员回声月营，因探查东域情报不小心迷失在这里。月营为了表现自己，也是尽力把自己探查的信息告诉苏良，这样等苏良带他回去，说不定能走上营生巅峰。很快在月营述说下，苏良了解到这里矿脉竟然是由三必枭之一的飞鹰粉瞳掌管，而这月光矿脉晶石也只能由月光系宠兽挖掘，所以他们除去赚取路费之外，还可以吸收晶石强化自身，所以有不少至尊系宠兽在这里修炼。听到这，苏良知道自己莫名其妙被四月相传送到这里，并非是偶然的。当然苏良为了保持月之王的逼格，肯定不会和月营说自己来干嘛的。不过这时苏良得知在矿脉的尽头似乎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月光系生命，苏良让月营带他来矿脉的洞口。此时月营提醒苏良，矿脉内月光浓度非常不正常，他们弱小的存在只能进入1公里范围，就连至尊也只能在3公里范围内活动。苏良知道这绝不是月光浓度能办到，毫无疑问苏良确定矿脉深处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并且能常年保持这么巨大的矿脉运转，绝对不是普通帝王能做到的。而苏良在湖中月护持下前进到1公里左右，就被月之书提醒立刻离开矿脉，否则有生命危险。不过苏良在确定湖中月还能护持后，他继续往前行走了10几分钟，直到3公里的交界处，那股威压不得不让苏良停住了脚步。此时这威压带来的绝望与窒息感已经堪比万米之下的深海海底，但距离核心区域还有10多公里的路程，继续走下去的话，湖中月已经保护不了他。面对死亡的威胁，苏良他退缩了。可苏良一想到之前自己遭遇帝王的一幕幕，令他瞬间清醒过来，保持现状，他根本无法在月神祭继续走下去，而且在这里退缩也配不上他月之王的名号。现在不过是他境界太低，走不到尽头罢了。之前他始终都是一星境界，是因为宠力都吸走，用来供养沉睡中的金蝶宫。现在金蝶宫已苏醒，已经不需要他宠力。而在这里，苏良他可以借助高浓度的月光矿脉修炼。几个小时后，一道浓郁的月光之力冲天而起，苏良他的境界一跃来到2星御兽师，并且还诞生了有颜色的气场。须知这是4星御兽师才能做到的，可想而知苏良他的天赋有多惊人。与此同时，中域石阴柱由月神宫负责镇守的10个封印之地，1000年来也有许多好奇宝宝前来闹事，却无一例外败在石柱飞手中。可如今月神祭开启还月7星出世，月神宫节节败退，连续9处封印被破，最后一处石阴柱距离北域边缘最近，或许忌惮北域的存在，还月7星始终没有触及此处。然而9处封印被破之后，他们终于按耐不住对这里出手了。不过却是还月7星的悲剧，虽然他是还月7星之首，也是7星中唯一的高位帝王寒月幽曲，但是最后一处石阴柱镇守之人居然是3位高位帝王。第一位天空系高位帝王片翼惊鸿，是东域3必枭之一；第2位是来自西域的高位帝王；第3位双月教4相之一高位帝王白丝飞月袍。这不讲武德一幕，令寒月幽曲气坏了。可片翼惊鸿不以为意，尽管月神宫都是一些废物，但只要最后一处不被破坏就够了，所以有本事就来打败他。见状，白丝飞月袍轻声一笑，只见他双手交叉，发动他的时间能力，令寒月幽曲只来得及留下一句：“我会记住你们的话”，就消失不见了。片翼惊鸿好奇地询问白丝飞月袍，把寒月幽曲送哪去了？白丝飞月袍一脸俏皮地说：“北域圣地云雾海。”而这和死了没什么区别。接下来片翼惊鸿对他示意，看在曾经的交情上，只会帮忙镇守1个月。不过他还是反问白丝飞月袍：“飞兔宫就算复活，短时间也无法重回巅峰，为何如
如此急着进场呢？白丝飞跃跑只是笑笑说，不是月光系是无法了解的，毕竟作为4月相之首的他，能看到夺下最终胜利的概率，如果是那个男人的话。反观苏良这边，一道冲天金光直入云霄，在过去半个月的时间里，苏良境界已经突破到4星御兽师，现在的他能够完全发挥至尊的力量，只不过没有至尊和他契约。但是此时的苏良能够一口气走到尽头去。几十分钟后，苏良来到矿脉尽头，他吩咐胡中月开启最大的防御，然后才缓缓迈进最终之地。当苏良适应洞穴内光线，除了密密麻麻的纯度极高的月光晶石外，只见他的前方出现一道人影，少女那火红色的头发，已经精致俏丽的容颜，让人移不开目光，似乎察觉到有人的闯入。少女也缓缓睁开了她的美眸，人类，你为何能抵达此处？就在少女话音落下的瞬间，无形气场从矿脉扩散而出，紧接着覆盖了全世界。苏良在气场中宛若一叶扁舟，仿佛整个瞬间都将毁灭。苏良明白这是气场过于恐怖所产生的幻觉罢了。等苏良回过神来，他面容上扬起兴奋的笑容，他知道自己来对地方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要得到眼前这个女人。在月之书中得知，眼前的少女名为枯月灯星火萤王，曾隶属于月曜12宫之一宝瓶宫座下，同为月曜阵营，不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存在的鼎鼎大名，只因她是这个世间万年来唯一一位敢在满月之夜挑战霸者的高位帝王。尽管在挑战冰后失败以后，数千年来都查无音讯，可现在这个女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她伸出了邀请的手掌，我是月之王苏良，和我签订契约，带你离开这里。可他宁愿被封印在矿脉之中长达1000年，也不愿和任何人签订契约。就算苏良表明自己的月之王的身份，还是遭到了他的拒绝，因为苏良的境界太低，让他误以为苏良打着月之王的名号，想要来染指他。要不是他被封印至月光矿脉中，动用不了太多力量，早就对苏良动手了。苏良见状，走到枯月灯星火萤王面前，调侃他别逞威风了，自不量力的挑战霸者，现在连自由都失去了。这些话令火萤王有些破防，却也不忘反击苏良。凭他的杂鱼境界怎么救他？即便冰后暂时无法活动，可一旦被三碧霄得知，他自己肯定是不会死，但苏良他一定会惨死当场。苏良闻言却是不屑一笑，他可没说过要偷偷摸摸离开东域，而是打败三碧霄，堂堂正正离开东域。霸气的话语一出，顿时令火萤王愣住了。他不是被苏良的自信感染，而是觉得苏良就是一个大傻子。苏良见自己的嘴遁没用，不由得叹了一声气，随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下，准备把自己的境界先提升到5星御兽师。火萤王则怔怔地看着苏良，他其实知道能无视自己的威压，走到他这里的人不可能是个杂鱼废物。而实际上让火萤王拒绝苏良的原因是，在这封印的1000年之中，最开始其实并没有威压，所以外面的兵民不是没有抵达过火萤王的封印之地，就像童话故事开始般美好又梦幻，足以成为一段传奇的开幕。只可惜无一例外的被截断在了开头，以他们的资质根本无法发挥火萤王的力量，被三碧霄镇压而死。因此火萤王将整个洞窟遍布威压，隔绝所有人，不想再看到任何逃跑的希望。不过他现在对于苏良天才资质倒是很好奇，询问他背后坐镇的帝王是哪位。然而由于被封印1000年的他并没有听过双月教，但4星就敢称自己为月之王，也是让他好笑不已。要知道上一届月之王在娘胎里就是5星了呢。苏良闻言有些生气，只见把月神纪北域代表的王者之戒展现给火萤王看，你说上一届月之王在娘胎里就是5星，可他不是天生的霸者御兽师吧？话落，恍惚间有千亿闪光蝶在苏良背后飞舞。苏良直接表明金蝶宫是他半生宠兽，而他的敌人是飞兔宫和10月石，所以会超越上代月之王，为月要赢得月神纪的最终胜利。而且他也要到冰后那拿点东西，和东域开战也不是不行。再见识到苏良是真正的月之王，以及那些霸气自信的话语，再次面对苏良的邀请，火萤王忍不住伸手了，可下一刻他却被反弹了回去，封印锁链将他牢牢锁死。尽管火萤王现在内心有些动摇，可苏良的境界也不够支撑他的显现，所以让苏良境界达到7星御兽师再来。然而苏良却是反问他，如果能够成功签订契约离开这里，想要去做什么？是否还是会挑战冰后和三碧霄？其实火萤王与东域并无仇怨，并且宝瓶宫水莲天和冰后还是挚友。他当初去揍冰后，是冰后做了一件无法饶恕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冰后，水莲天大人才不会失败。可就在这时，苏良和火萤王都察觉到有人来了。只见矿脉外一道流光坠落而来，火萤王告诉苏良来人是东域12天遁之一，大概是苏良的闯入被得知了。不过既然是金蝶宫的契约者，对付一只普通帝王应该没什么问题。然而苏良还真对付不了，所以苏良走是不可能走的，而是反问火萤王。世人皆知宝瓶宫当年被飞兔宫打败，可他却说这件事与冰后有关。如果真和冰后有关，揍他一顿就够了吗？自己被关押了几千年值得吗？不如和他契约，堂堂正正的去打败冰后。话语落下，一头浑身闪烁的雷电威武巨鹰闯入洞窟之内，他正是隶属于飞鹰粉瞳座下的天空系帝王雷霄帝，开口就是质问火萤王又想逃跑吗？别忘了当年宝瓶宫的嘱托，严禁去找兔飞宫报仇，真聒噪啊！区一个天空系外人，有什么资格插手我们月光系的事情？既然宝瓶宫不允许，我就代表金蝶宫同意，月曜的叛徒飞兔宫必须被打败。说着，苏良直接提起火萤王，对他喝道：还犹豫什么？难道飞兔宫杀死宝瓶宫叛逃就这么算了吗？还有冰后那令人恶心的怜悯，你不想报仇吗？软弱的废物！现在只要和他签订契约，苏良示意自己有办法让他临时显
显现，紧接着一道冲天光柱直入云霄，本想拦截的雷霄帝也被震飞了出去。光柱不仅代表着苏良的境界提升到5星，火萤王也与苏良签订了契约，同时现在苏良的境界已经能够召唤出1亿只闪光碟，而苏良也不需要常人需要7星才能令帝王现身降临，他只需要6星就够了。至于一旁的帝王雷霄帝是真的怒了，在他眼皮子底下，小小5星御兽师居然把火萤王契约了。天穹顿时乌云密布，雷光闪烁。苏良看了一眼，呢喃一声湖中月，只见一道无形的护罩将苏良包裹，紧接着这道无形护罩居然扩张笼罩了整个矿脉。在护罩消失后，雷霄帝目眦欲裂，因为整个矿脉都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个巨大的深坑。同时雷霄帝在见到苏良那醒目的断月双眸，才明白苏良不是什么普通的御兽师，而是月之王啊！他曾被誉为最接近霸者的高位帝王，可他无论如何都要阻止火萤王的离开，因为他自信自身所属势力能够打败月神阵营。原来苏良在和高位帝王火萤王签订契约后，他命令湖中月将所有矿脉吞噬一空，而苏良直接消耗1/10的矿脉能量，将自己的境界临时提升到6星御兽师。这个状态只能够维持5分钟，可前面也说过，只要达到6星，他就能令帝王现世。此时被召唤的火萤王不再是之前那副娇小的模样，而是一位真正的御姐大姐姐。她看着苏良轻唤了一声主人，并且签订契约后，她也得知了苏良的计划。只能说这么疯狂的人，她在上个纪元都没见过。更重要的是，她的主人根本不是什么神灵的使。苏良看了一眼火萤王，询问他自己的计划只有5分钟够吗？火萤王思考一番，只能说是尽力一试。随即苏良两人缓缓升空，朝着一个方向急速飞掠而去。片刻后的一座冰晶城堡，苏良在此现身，他对前方伸出了手掌，不是要毁灭这座城堡，而是苏良在探查寻找某样东西。在苏良感知下，一位蓝发妹子进入他的感知视线，只因这位妹子的境界居然在8星御兽师。火萤王告诉苏良，这个小家伙是现任的冰妃3碧霄的临时契约者。这话令苏良一怔，相比在辉煌大殿看到御姐冰妃，眼前这个小一圈的家伙看来是和他一样进行了伪装。不过这时月神祭仪式警告他们，除非击败对方的推出的帝王，不然不能直接攻击本人。而这个警告也让冰妃明白入侵之人是月之王。刚想质问苏良是想开战吗，就被他脑海中的声音打断了，命令冰妃赶紧积蓄力量，把他召唤出来，不然让火萤王跑了，他们两个都没好果子吃。这令冰妃很委屈，因为他是冰系御兽师，不是天空系的，而飞鹰粉瞳平常怕冷，只能躲在他的身体里，导致飞鹰粉瞳现世还需要3分钟。此时的苏良已经找到他所需之物，就在城堡某处宝库之中。苏良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对方没有召唤3碧霄，可他一旦对冰后的宝物出手，月神祭的限制就会解除。得知火萤王还能维持4分钟左右的力量，那么应该足够逃出东域的界限，所以苏良直接命令湖中月将那个宝盒中物品吞噬。紧接着苏良不再停留，毫不犹豫迅速离开东域。这一幕让冰妃震撼无比，怎么敢去拿冰后的宝物？飞鹰粉瞳目光一凝，白天就要到了，月之王他是逃不了的。反观苏良这边，他看着手中之物陷入了沉思。要知道晨星偃月的刀鞘是兵器型宠兽7贤之一的双华，不可能没有生命气息。苏良立马询问月之书是怎么回事，原来苏良手中的黑球只是双华一个刀环部件，上弦月双华的刀鞘由4个部件构造而成，分别是刀环、刀心、刀破、刀锁，必须持有刀锁才能唤醒双华，而刀锁持有者在冰后手里。苏良人都麻了，当初晨星偃月可没告诉他这个。不过远古时期活到现在的冰后怎么可能会不知道7贤的奥妙，随身携带也正常。就在苏良想着把刀环付给晨星偃月交定金，火萤王忽然提醒苏良，黑夜即将过去，他们会在东域边缘被追上，并且由于和苏良契约的缘故，火萤王也能够看到苏良的面板。其他的姑且不论，他没想到最重要的8亿月君主苏良居然无法召唤。可他在看到苏良拥有一只缺月体质的小兔子时，火萤王面容充满不可置信之色。当他听到苏良说小兔子拥有月神的血脉，可月神完全看不上这个瑕疵的体质，火萤王顿时大声反驳，缺月体才是完美的月光杰作。也就在这时，他们的身后传来一声轰鸣，整个天空被渲染成粉色，无尽的樱花将苏良包裹。直到苏良的前方，一道拥有这粉色蝴蝶羽翼、一头粉发飞舞绝世美人缓缓现身，来人正是天空系帝王飞鹰粉瞳。苏良整个人都不好了，不愧是天空系，速度就是快，都还没到东域边缘就被追上。飞鹰粉瞳对着苏良示意，把冰后的东西还回去，然后跟他回去接受审判，如此一来还能保住苏良他们的性命。苏良还没说什么，一道反驳声响彻在这天穹中。只见苏良他们的中间，火萤王现身之时就是严肃表示自己就算战死也不会回去，兔飞宫的封印将要解除，必须要亲手打败他。飞鹰粉瞳叹了声气，冰后此次参加月神祭，不就是替保平宫报仇吗？火萤王只要安心等待月神祭结束即可，我们东域会战胜飞兔宫和月神的10月时，到那时一切都会落幕。说着，飞鹰粉瞳抓上火萤王的手，他不允许火萤王去找死，如果他们都战胜不了的话，仅凭火萤王他们怎么走到飞兔宫拂袖白玉清面前？突然飞鹰粉瞳紧握的手被拍开，苏良冷声告诉飞鹰粉瞳，打败兔飞宫是月要的事，东域外人别指手画脚的。我不知道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但是哪里来的就滚回哪去，否则小心我连你们和冰后一起
杀了。这霸气的话语顿时让火萤王嘴巴张得大大的，也令飞鹰粉瞳有些破防。月要破碎后，12轮满月之夜的奇迹仅剩1轮，月光系早已衰竭，这次月神祭不过是你们最后的狂欢。在这白昼之下，你还敢对我如此口出狂言？然而飞鹰粉瞳话音刚落，明媚的天空忽然昏暗下来。粗良的断月双眸变成2轮满月，他的话语接踵而出，月亮就要升起了。